是不是？换了个美瞳就感觉像化了妆。看一口仙气吊着，欢迎大家，欢迎大家，欢迎大家，欢迎各位宝子们。其实我原来都一直是戴这个颜色的，但是后来换成黑色了，是因为我发现黑色显小，然后我就换成黑色。但是换成黑色，我那个黑的过期了，我就拆了一对，没有黑的了，只有这个颜色的。你说我的圈圈变成一条线了吗？那说明你要换个号加了，说明那个号又被封了啊！还在问多少斤？知道体重和年龄的人是要被灭口的，还问？大过年的讲点喜庆的话好吧。大家没有关注的宝子先左上角点个关注啊！欢迎大家在周四晚上6点准时来到我的直播间。没有关注的先点播关注，然后没有加入粉丝团的宝宝先加个粉丝团，加了粉丝团会收到我们的直播提醒啊。我们每周直播3场，周2、周6早上10点到下午2点，周4晚上6点到晚上10点。听说今天是迎财神的日子，是不是呀？祝大家新的一年要发财 ，OK， 财源广进，尤其是不义之财，各种。今天我看他们发了一段，我觉得特别有意思。新的一年祝各位姐妹们不劳而获，无功受禄，坐享其成，一步登天，巨额财产来历不明，频繁出入高档会所，和多名异性保持不正当关系。啊，深深的祝福你们，好吧？来，我们直接开始连麦了，啊！来开始连麦吧。今天第一位幸运观众是谁？我们要连麦是送4000个币排队啊。Hello， 你好。你好，曲曲姐姐。还有，我现在说话能听得到吗？可以，非常清楚啊，你说吧。然后我的嗓子不是很好，然后可能在表达的过程当中有一点不太好听，希望大家可以那什么一下。好，然后我先简单的说一下我自己，我是97年的。然后就是我先说一下我自己的一个基本情况，然后我们家算是4、5线小城里面，就是农村里面出来的，然后我自己也一直意识到赚钱有多么重要，然后我考上大学是上的一个2本的师范，然后从大一开始创业，然后到现在为止，我现在1年的收入应该是在300到500左右。那么厉害。300到500左右，对，然后就是我的就是原生家庭不是很好，虽然就是原生家庭不是很好，但是我父母其实在我1岁的时候就把我带到海南去上学，然后上的也是那种比较好的那种贵族幼儿园之类的，就是他们就是倾其所有的就是带我去见世面，对，培养我。然后我父母就是我妈妈是一个非常厉害的人，就是她很会赚钱，然后也很能吃苦，然后就是她赚来的钱就是后来又被我爸投资给赔了，就这么来回了3、4次，所以我比较早熟，就是我们家家境好了之后，就有很多人围着你，然后突然之间家境又不好了之后，这些人就不见了，所以就从小就是感觉这钱还蛮重要，就受了很多，所以我比较早熟一点，从高中开始就已经开始自己在赚钱了，然后包括在整个大学期，我现在就是给我父母在郑州买了养老的房子，然后包括他的退休保险，然后包括重大疾病险，还有各种这种。说重点啊！我知道我会说重点的，这些等我说完，就是没有什么后顾之忧了，然后我才开始考虑我的感情。然后就是现在的话，就是因为我没有怎么谈过恋爱，我只谈过一段大学时候的一个4年的网恋，然后现在的话也分手了，我基本上单身已经有3年多的时间。刚刚说你就如果不，我是97年的，我今年26。哦，好，26岁。然后我现在这个问题就是我身边没有什么圈子，就是去认识一些比较优秀的男生，然后我自己平时工作也比较忙，并且有点社恐，
也不知道怎么样去拓圈，这是第一个问题。然后第二个问题就是我自己知道女孩子自己搞钱比较重要，独立也比较重要，然后但是我还是会受一些身边人的影响，他们会说，哎呀，你现在都已经26、7了，你现在还不谈恋爱，等到你30就找不到条件好的了，就一直会在这两种想法当中之间就是动摇。然后在去年年底，就是差不多1、2个月之前，有身边的朋友帮忙介绍了2个，然后一个是那种家庭条件比较好，就10几个 W 的这种，10几个 Y，W 对10几个 Y， 10几个 Y 不好意思，10几个 Y 这种，然后是属于温州的富二代，但是他本人就是那种，就是天天玩。就是他的家庭的基业都是他父母打下的，但是他就是每天就是除了玩还是玩。我跟他没有什么共同的话题，也很难从他这里获得那种情绪价值，所以我就没跟他继续再聊下去了。然后第二个男生就是我自己比较喜欢的，比我大个7岁左右，但是我感觉他就是怎么想，就是我能感觉到你跟他见面的时候他还是对你有好感的，但是你跟他分开之后他就不理你，就是也会回你消息，就是回得特别慢。然后我这个人就觉得我还挺喜欢他，我就直接跟他说了，我说我还挺喜欢你，对你挺有好感的，我说我们俩要不要就是认真的态度，然后就是处一处。然后他说好。刚说完这些之后，第2天他就说他公司啊什么的出了一点事情，然后他最近这一段时间没有精力也没有这个时间去把这个心思放在感情这方面，然后我就觉得很正常，因为肯定是要以事业工作为主的。然后就到年底了之后，他已经处理完了，他现在应该已经回他的东北老家了，但是在整个过年期间他都没有给我发消息。有女朋友，就是你摆着有长则对象，就是整个过年期间都没有给我发消息这样。然后我现在说不定都是已婚的。但是他没有结婚，因为是共同的朋友，就是认识的。共同朋友认识怎么样？我说了嘛，有长则对象，听得懂吗？长则对象。好的。然后还有最后一个问题就是，就是我现在的这种条件，找一个，不能怎么，就找一个就是条件比较好的男生的话，应该算不是很困难的事情吧？不困难，你就是没圈子嘛，不困难呀，你去读个商学院啥的呗。把学历可以提升一下。好的。好的，那没有什么问题，因为我也看到就是姐姐们在直播间的发言了。没问题了是吧？就是我不知道应该怎么，就是不知道怎么什么听不到了。不甘心这样啊？什么？不知道什么？因为就是我自己会觉得有点不甘心，就我不知道怎么劝我自己，因为我自己有点不甘心，因为我长得也还可以，就是从小到大都是别人追我，然后就这一不甘心什么？对什么不甘心？就是感觉，他条件也没有说很好。你在说谁？我的条件反而要比他更好一些。你刚刚说那个男的？我说那个男的，对。你就对这个男的不甘心？是。这男的有啥不甘心的？人家有长期对象，你有啥不甘心的呢？你凡事讲个先来后到吧。好吧。因为我感觉，因为我们之间是共同的朋友认识的，共同的朋友说他没有这种长期对象。你共同的朋友知道个毛线，知道个锤子！你共同的朋友没结婚呗，没结婚就说他没有对象呗，这是出来玩不都是这样的吗？好的。好的，我知道了。好，就这样啊。拜拜。这不明摆着这见面很热情，分开不说话，那就是不方便呐，只方便见面的时候互动，懂吗？分开的时候手机就不方便互动，就是这，没什么很复杂的啊。男人是很简单的，男人是非常非常简单的，你方方面面条件都不差，这男的对你还是闪闪躲躲的，那就是有人，懂了吗？有人看得很紧，就是这个意思。有人看得紧的情况下，他就不好活动。
他只能见面的时候他可以跟别人说他是出去应酬了，见客户了，懂不懂？但是不见面的时候，他的手机就被看得很紧，时间就被锁得很死，就是这个意思。哎呦，你们总是把个男的想蛮复杂。他是不是觉得我这样啊？他是不是觉得我那样啊？他是不是觉得我哪没有？他就是不方便，他就是没有长出个三头六臂，知道吗？他但凡长出个三头六臂，他肯定不能放过你，他肯定得跟你联系。把他们想得多复杂，不用啊，大可不必啊。来，大家没有关注的宝子，左上来点个关注啊，左上来点个关注。没有加入粉丝团的加个粉丝团，加了粉丝团会收到我们的直播提醒啊。我们每周直播3场，周二、周六早上10点到下午2点，周四晚上6点到晚上10点。我没涂眼影，黑眼圈。今天我朋友见我说：“哎，你画了个烟熏妆。”我说：“并不是黑眼圈，还烟熏妆，烟熏个鬼。”然后那个大家要学习我们系列 class 金贵的关系，或者是想要了解我们金贵的社群，想要跟我们团队做链接，想要1v1的宝宝啊，左上角头像点开到我们首页的粉丝群，小助理会在粉丝群里面给你们给一个圈圈的入口，好吧？想要连麦的宝子送4000个币排队啊！来下一个。Hello， 你好，你好，你好，是我吗？是的，你说。能量智慧女神曲曲，新年好！新年好，终于连到我了，说一下我自己的情况。我在2线城市围城内，33岁，在大苹果内的小职员，1年20个，然后学历普通本科，家境普通，长相属于甜美气质型吧。对方呢是围城内的多偶男。我大苹果内的领导比我大20岁，之前因为工作上特别照顾，约出去吃了个饭，饭局上他就问我，愿不愿意跟他处关系，说处关系的女生她都有买房或者满足他们的需求，当时我没给他明确的答复，回来之后他送了个万把块的手机，但我刚开始感觉他年纪太大了。他发信息给我，我有一句没一句的回复，后面他可能也感觉到了，就说没感觉就算了。他说完这句，我就把那1万多块钱打回去给他了。当时我就在想，能不得罪就不得罪，不欠就不欠，也没有感觉。后面有幸刷到曲曲直播间，听到女神说送礼就收，有米就拿，一切为自己赋能。就在想，如果关系处理好，工作和生活都能有提高。于是我马上送了点小礼物给他，联系又开始多了。但我最近发现他平时就不会送礼，也不会给米，我担心自己被白批，然后找了个理由说周转不过来缺米，让他转了个7个 W， 多少？他就真转了7个 W。然后可是他是那种大年初一就转520红包的。他的年收入就是正当的有40个，在某股里我知道的有一个小目标，至少我的问题是，我要怎样才能就是拿下他说的给的房子？说的房子能不能再画个饼？我要怎么去拿那个饼？那有啥好拿的呀？他就随便画一下。可是他真的有转，就是说周转困难，他真的有转呢。周转困难，你是问他借的吗？不是借，我就说给。他也没说让你还。他说的是借。对，他没说让我还。他怎么表达的呢？那7个 W。他没表达，他就问要账号，然后就转了。你是这样的，咱们首先不要把那个预期定那儿，好吧？把个预期定房子那儿，这就有点蠢。他说：“哎呀，这边啥也没有，我的女的我都要给他买房子的，就这话有啥好听的呢？我的男人我都要给他开公司，我都要给他们公司干上市，那有什么好听的呢？这话，对吧？没有意义的这些东西。
你就是有什么诉求你就提，我觉得你有什么诉求你就提，你工作上的调动的诉求，或者说什么能够给你大一点的好处的，不要这个什么几个 W 几个 W 的，没多大个意思。真的要给的话，也是20个起步，知道吧？因为他跟你差着20岁呢。对，他有去旅游，然后经常叫我去，然后我说我要去，我就去澳门，你带我去买，他就说下一次。下次就是没有说了，下次再说了，那就，也就是我就是没有办法在发生关系之前拿下他说的。你怎么可能啊？你还好，笑笑，你直接说吧。你说你上次不是说，你说我也有这个想法，你说那要不然的话，你先帮我付一个首付或者干嘛？那我就相信你说的，也可以这么聊，但是就是意义不大，大概率就是不会搞。那平时我要怎么加大他对我的付出呢？其实我就跟他出去应酬过一次，就是饭局也不算应酬，就一次。然后他平时叫我也没出去，但他有意向，就是继续再让我出去，感觉他挺开心的。可以去，你为什么不去应酬呢？如果说你有这种事业上的诉求或者什么的，你可以去啊。你又不是以他女朋友的身份，不过就是一起出去应酬，你自己也是体制内的，就是一起出去应酬这种状态。你等他自己非要把你拿下的时候，人家哐哐给你砸，对吧？现在人家没有非要把你拿下，已经转变成了一个你很想把他拿下的状态了，那你怎么还搞得到呢？那人家说什么买房子，这个男就说那做了再说。做了的话，你说那谁不愿意跟一个给自己买房子的男人在一起啊？那做了再说，你不做我哪知道你说的是真的假的，对吧？对，他就这么说。那个屁用说，他就说有过程才有结果。你说这个不适合我们之间这样的关系，对不对？我们这样的关系肯定要先看到，至少要看到一半的结果。对吧？这又不是结婚了。这样聊。好的，那我没有问题了。谢谢曲曲女神。拜拜。那拜拜。我怎么先有过程才有结果？我的个妈呀！这啥过程啊？啥过程啊？真是词儿拽的一套套的，这些男的。拽词儿一套套的，要有感情才能付出，先有过程才有结果。啥关系啊？一个个的都一把年纪了，不羞不臊，一把年纪了，又还多偶，七七八八，还在那不羞不臊，还过程，你这是给人家过程也太多了，一个二个三个的全有过程。你说的你的人生活得太精彩了，我们的人生活几十年，你的人生起码你把几十年当成300年在活，是不是？你的几十年就是活出了我们的好几个几十年，是吧？人家几十年就一个，你几十年好多个，同时，又要有过程，又要有结果，我的个妈，这性价比绝了，性价比到顶。大家没有关注的宝子左上点个关注啊！没有加入粉丝团加个粉丝团，加了粉丝团会收到我们的直播提醒。我们每周直播3场，周二、周六早上10点到下午2点，周四晚上6点到晚上10点。要连麦的宝宝送4000个币排队。想要学习我们的系列 class， 想要进我们的社群的宝宝，左上角头像点开到我们首页的粉丝群，小助理会在粉丝群里面跟你们给一个圈圈的入口啊。来下一个，想学习就到首页粉丝群啊。毛衣好好看，这毛衣我在武汉放了好几年了，这就是专门放在武汉没衣服的时候穿的。Hello， 你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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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曲曲，新年快乐！新年快乐哈！你说，我说一下我的情况，就是，我是91年的，今年已经32了，然后，对方是在围城内，然后我们已经在一起9年了，然后，对，然后就在3年前，他就给我买了房子，然后因为那个时候正好逼近这个快接近30岁了嘛，然后他也劝我就是想要个娃，然后就这么操作了。然后
一直都还可以，然后家里也有阿姨，然后也买了车，然后是一辆小奔驰，然后我们在1线城市上海，然后但是过年前发生了一个事，就是今年这个阿姨提前回去了，然后我一个人带娃，可能就是有点累，然后就会经常吵架，结果就是吵的那天有点凶，可能没有控制住，然后我就是意思说有2个人吵的话赶话嘛，我就说我把孩子放家里了，你自己过来带孩子反省，我要出去一下。其实我的意思可能就是出去做个美甲，然后洗个澡之类的，结果他可能理解错误了，他就觉得我把孩子扔在家里了，然后结果他居然冲过来对我动手了。我实在是就是在我之前的我的这个底线里，我早就跟他说过，我说我是不能接受的，因为他之前有跟我说过他跟家里那位有过这方面，因为我提前就打过招呼，我说我什么都可以接受，唯独就是如果动手我们就结束。然后这个问题之后，然后我就坚决的要走，然后他就是而且是大过年的前一天，然后他也很怕我走嘛，他就一直留下来安抚我，然后我说那就等到把年过好，然后我再走。但是他一直就是反正他就一直安抚我，我现在就是跟他说，我说我也同意，你无非就是想让我留下来带孩子嘛，我说我也知道你的想法，我说我现在走了你确实很尴尬，我说我也可以留下来，但是我们俩之间还是要冷静一下，就是我想知道这个问题应该怎么处理。他啥财富水平？他大概年入大概在500个 W 吧，但是因为已经几十年了嘛，所以还是有点底子吧。你跟他9年，你拿了多少？他去年给了我200个 W， 然后发生了这个事的时候，他说因为今年才刚给你拿了200个 W 嘛，他说我现在一下子没办法从公司再调现金出来给你，因为我都是要现米。然后完了之后他就说等到过完年，然后我再给你40个 W。然后完了之后他说我就是接下来就是去武汉，就是过完年就要去武汉弄一个项目，这个项目我就把这个项目的这个分成就都给你。你到底想不想跟他好呀？其实我当下那天出了这个事情，我是坚决要走，并且我还留了录像，我说我没有拿着录像去公安去叔叔那里帮你，就是这个让你在度过一个不好的年，就是很仁慈义尽的。我说我早就跟你说过这一个点是不可以触碰的。他就你说你现在到底什么意思？你不要扯这些，你到底还想不想跟他好？就是我不知道这个问题是不是就是我心理定义是非常严重，我不知道就是大家的认知，他给我灌输的就是说，他说这个问题不严重的，他说就是夫妻之间哪有没有牙磨牙的，他说你不要这个被网上的言论带动，我就觉得他是不是在 PUA 我。是这样，你跟他在一起9年了，这是第一次是吗？之前有过一次，但是就是不是很不像这次这种，就之前有过一次，他是说他喝多了失手了，就是一下嘛，然后也是就是他说我保证以后不会，所以我这次我就非常严重非常严厉的去跟他讨论了这个事情。这个事儿确实很多家庭都会有，确实很多家庭偶尔的一次口角或者什么的，有一些动手的这种行为，很多家庭都会有，它并不形成是一个所谓的家暴行为，它没有上升到这个高度上面，它也不是习惯性的，也不是什么完了以后他妈又是下跪又是这的，过2天又重来，它也不是这个份儿上。如果说你就这一件事情来说，他说的话问题也不大。因为他说了很多，他就比如说他跟我说，他说哎呀我这个不算是家暴，他说家暴你不用跟我讲他说的东西，我就告诉你，我回来你提了问我就回答你，你不用跟我讲他说的那些东西，都不是很重要，你自己去衡量这个问题到底你衡量的是什么，你就是为了衡量他这一次这个事儿还是什么意思？对，我就是怕他是不是他就是以后会不会再有这个情况，因为这个我就是没有经验。你就是我跟你讲很简单嘛，你把金额拉高，你觉得我怎么才觉得这个事儿舒服？
我缓口气，你就把金额拉高就好了，下次再发生你就拜拜就好了，就是这样啊。你看不准你就再看看。然后还有第二个问题，就是因为出了这个事情之后，他把这个事情就告诉了他的姐姐，他的大姐，然后把娃就是要带我跟娃去见他大姐，就是要安抚我嘛。然后我就跟他说，我是觉得没有必要，因为我觉得知道的人越多，就是风险会越大，毕竟就是牵扯比较多嘛。然后我就跟他说。昨天的时候，他就说他安排好了让我过去，然后我说我太累了，我要在家休息。然后我说如果你实在要去的话，你就把孩子带去。然后他就把孩子带去了。我是觉得这个处理好像不是那么严谨，就是我不知道这个会不会不太好，就是跟他的家人有接触。没有什么不好的呀，没什么问题啊。你现在跟这个男的，关键是你自己想怎么样，所以我从第一个问题问的就是你跟这个男的，你到底是怎么想的，你怎么规划的，你是决定跟这个人在一起一直在一起的，还是说你其实一直抱着一个想随时后撤的打算，你到底是怎么打算的这个事儿？我要孩子的时候是肯定是想是跟这个人要在一起的，否则我不会就是要的，但是就是我怕就是就是这个行为就是会是一个不是突发性的，可能是现在跟这个行为没关系了，这个行为的问题咱们已经解释过了，已经回答完了，好不好？这是下面一件事儿了，这个行为已经说完了，这个行为不是没有上升到那个地步，没有上升到那个地步啊，我已经说完了。我就是说你到底是什么意思？不谈这个行为，你到底是不是想一直往下过？不谈这个行为，如果说这个大家都认为是正常的话，我是为了孩子，我还是要过下去，因为你一直往下过，那么你跟他的家里人去公开这个是好事儿，不是坏事儿。我就回答你第二个问题，明白了吗？我知道第二个问题是因为他二姐跟他是同一家公司，他们是利益共同体。为什么我说不跟他的家里人有过多的接触？就是我怕，因为没有永远的敌人，只有永远的利益。就是因为原本他家里那位跟他的家人关系很不好，就是因为利益分配的不均，然后他家里人是不知道我这边的，也包括房子车子啊这些问题。然后如果我跟他的家里人有接触，等于我是公开化了，那么他的家里人肯定是要衡量他挪出来的这些东西的。所以我是说是不是应该避开，就是不是这样的，不是这样的。我为什么要问你的终局是什么呢？你如果想要一直把这个事儿往下走下去的话，所有的东西的公开化，它对于你对于小孩它只会是一个好事儿，它不是一个坏事儿。你所谓的这些你脑子里思考的这些问题都叫很小的问题，它不是那种大方向上的问题。什么哎呀他会不会给我少一点给我多一点，不是这样的。这个东西说白了，只要他愿意，只要他想，他能播了他都能播了出来，关键看他自己有没有这个意愿。然后还有就是我一直在听曲曲的直播，然后我就用一个曲曲的话术跟拉伸的手段跟一个已经上市的另外一个大哥，就是在之前就是有聊过，然后这个年前的时候他就一直说要见面怎么样的，因为我们之前也是认识了10年，在我挑他之前认识的，然后但是呢当时他砸了大钱，所以我就放弃了那个大哥。然后那个大哥他联系他说那见面，然后我就跟他说，我说我做了个梦。他说你做了什么梦？我说我梦到在一个十字路口你拿了个大钻戒，我跟你说我不喜欢钻戒，我喜欢手表。然后他说那我给你买个手表呗。我说谢谢老板。我说那我是不是可以开始挑了呀，我圆了我的梦。然后他就突然说，他说果然结了婚的女原来上市了之后就是前妻分了一半的身家的。你可以当朋友，但是你现在跟这个男的这个关系绑着在，没有太大必要，风险比较高。然后我还有要说明的情况，就是他给我这个200个 W， 他是想让，因为我是提出的要求是最后1分钟。好，就是再买一套房，所以他就是又拿了，然后他就说我给你那一套房子是全款嘛，他就说这套我给你贷款，这也是等于是要捆绑我嘛。
就是想让我没有太多这个扑腾嘛，就是我想说，就是现在这个状态，就是跟他走是最好的，是吧？你现在，我觉得你很奇怪，你知道吗？就是你走这条路走了9年了，现在你没有说什么，你现在已经，你现在搞得好像是2个人闹了多大的矛盾，没有。你一点点事儿，然后你在这什么，好像我好像怎么着了一样，我突然之间要改变我的这个人生决策了，我都没有听到这样的点，我从头到尾。所谓的是不是最优解？你不是一个，你现在都不是一个就是说清白的单身，有 A、B、C 3个选项给你选，我们在里面寻求最优解。你就是在一个道路上一直走了9年呢。其他的这些男的怎么着呢？给你画了个饼，或者说伸出一点点橄榄枝，我就马上跟你说，哎，赶快去找别人吧，那个是最优解，没有这种疗法嘛。好的，谢谢曲曲，我了解了。就这样，拜拜。谢谢，哎，好，再见。我有个客户也是特别搞笑，她跟她的老公在一起，然后呢，反正就是各把2个亿是弄到手上了的，然后呢，她跟她那个老公一直就是这么过了好多年，然后她天天跟我说，哎呀，我还认识好多大哥，我要去跟那个大哥那些大哥认识一下，搞一下关系啊。我说那你是去搞什么呢？他说为自己也找退路呀。我说你就是他跟他那个老公已经都一两个亿有了吧，然后天天想着出去要认识大哥。我说那你得包装个身份吧。我说你现在，我说你总不能说这么大个年纪，然后完了以后也没个工作，你就这么出去再跟那些大哥。我说你以什么身份呢？我说你都个把个亿的身家的人了，我说你出去混小费吗？还是出去混红包吗？还是啥意思啊？我说那你得有个身份吧。我说你要不你做个投资公司，做个干嘛的，拿个身份出去嘛。他跟我说什么？他说可是我做什么事情我都要跟我老公说的，他肯定不会同意的，他不同意的话这个投资公司我是开不了的。我心想你这都同意不了，你还想着能够跟其他大哥出去混饭局，还出去跟其他大哥出去吃饭，就是我都不太懂，你们明白吗？就你的条件根本就不是没有这个问题，这个问题是哪来的呢？对不对？你老公每天都要看着你，你什么事情都要跟他说，你自己也搞了个把2个亿，完了以后你还要出去干嘛？认识大佬，然后呢拿红包吗？参加红包局吗？我都不太懂，就这个问题到底是哪来的？我真的不太懂。哎，就是他刚刚不也是这个意思吗？他刚刚也是这样啊，对不对？他刚刚这个问题是一模一样的。你在一个这样的关系里又很稳定，然后这男的跟你之间的关联性又很多又很强，是吧？你说一说要什么孩子，我把放家里，那男的能冲到家里来揍你的这种，那肯定也是情感关联特别多的这种人才会干这样的事儿，对吧？又强势，情感关联又多，皇帝男又多，你跟他这种强关联的情况下，你还跟我说，哎，我准备再去找个其他的大哥，你也不怕被打断腿呀？真是的，咋想的呀？什么？这条件不允许啊？是不是条件不允许？你都没有这种条件，你怎么能干出这个事儿呢？服了。他没有关注的宝子左上点关注，在我们这个直播间不要动不动的就聊3观，好不好？我们这个直播间就是个听故事的直播间，别动不动的聊3观啊！把你们的3观锁在你们家保险柜里头，再出来听直播，免得你把自个儿听拧巴了啊！没有关注的点个关注，没有加入粉丝团加个粉丝团啊！加了粉丝团会收到我们的直播提醒，直播每周3场，周2、周6早上10点到下午2点，周4晚上6点到晚上10点。然后要学习金贵的关系，进金贵的社群的宝宝，左上角头像点开到我们首页的粉丝群，小助理会在粉丝群里面给你们给个圈圈入口。想要连麦的宝子送4000个币的礼物，然后排队啊！来下一个来。Hello， 你好，又双，你好，又双，又双说话，又双不说话，我就下一个了啊。
来下一个。下一个来。是的，连麦的人会比较多，所以大家要送早点送，早点送你能排上，你送晚了就排不上了啊。下面一个是谁？妖娆吗？今天就是因为戴了个美瞳，平常都是黑的，今天戴了个棕色的。今天可以排，今天可以送礼物排啊！我们才开播30多分钟，我带的都便宜的不得了，几十块钱一对。人呢？人呢？小助理，后面人呢？咋没人啊？小助理人呢？Hello， 你好，你好，你好。哎，怎么是个男的？啊？哦，不好意思啊，我们不连男生，来下一个。不好意思啊，不好意思，帅哥。我们这个直播间只连女生不连男生啊，男生要连麦的话先上华子啊。我们不连男生，下一个。Hello， 你好。你好。你好，徐过年好。你说。我之前连过你，就是在去年的时候，然后我现在的问题是我还是之前那个男朋友，然后我们在一起1年4个月异地，然后他围城内，是我刷礼物的榜1大哥，我们在一起的，然后在一起我也没有继续直播了，他也不让，然后他是需要很高的那种情绪价值，是需要我给他恋爱体验的人，然后大概在一起花了300个，然后我1个月会去1、2次，每次待个4、5天，但是在这之间他答应给我买车没有兑现，然后我就经常说他没有以前的大哥对我好，就是我觉得我是你那儿就是特别低级的错误，然后他就生气把我联系方式删除，然后我俩就会经常这种小吵架，然后每次删了我就加他，他也都会同意，然后我们最长时间就是20多天没有联系，在这期间呢我也背着他去直播，他也背着我继续给别的女主播刷礼物，然后我俩背个啥呀？这样看不见，我看不见。然后后来我看不见，我发现了，然后我就逼他让他把这些女的删了呢。这之后呢，我去找他的时候，我就看他手机，发现他没有删，然后我就觉得我很不重要，然后我就跟他作，我就说那你给我钱。然后我就又威胁又逼迫又骂人家，又说你对我不好，就是我也需要那种爱情的，就是既要又要你说的那种，什么都想要。然后每次反正我也都会给他哄好，但是这一次因为过年他可能是要回家，就给我发微信没有那么频繁，然后我又逼着他要钱了，然后他说你每次都这样作，然后要钱，然后怎么样的，他就说我再爱我也不想在一起了，然后他也确实这次我逼他要了10个，他也打给我了，然后呢他生气我又还给他了，我还给他5个，我以为他不会收呢，结果他又收了，我又觉得你就是不想对我好了，然后我又开始作，就是我俩就是一直在拉扯，结果他彻底就全给我拉黑了，然后我现在像无头苍蝇一样，我怎么也找不着他，我找那种抖音的直播间代打电话给他，不要说平台，不要说平台名字啊，他也不接，就是然后我又把那个钱还给他5个，直接转到他银行卡，然后他也还是不理我。你真牛掰呀！就你一个人能够把我们所有的反面案例给覆盖全呢，你是个人才啊！就是我觉得这么长时间，他也确实是对我很好了，而且就是我也真的是作到无底线，然后每次就感觉可能是因为觉得每次都能哄好，就越来越没有底线的作。我现在应该咋办？啥咋办呀？继续直播换大哥呗？咋办？你多大呀？我93的，他比我大8岁。妈呀，你都30了，姐姐，你还这种搞法？你怎么这么厉害啊？你长得是不是像天仙一样啊？啊，就是1.75米的个儿，1.75米的个儿，至少是亿往上，然后还要长得跟天仙一样，要不然你这么作，我看不懂，我是看不懂。
就是可能因为在他之前的那个大哥对我很好，就给我刷了1年无所求，然后就是我就是一直软饭硬吃惯了，然后就被这么纵容的，不知道咋办了。现在咱美下一个是不是？哎，那我觉得我不会再遇到这么好的了。我也知道我30了，那我就还想跟他好，我现在还能找他吗？没戏，没戏。你看，我们不骗你的米，是不是？不用你跟你说那有戏没戏。你这找我们团队，我们也是跟你说没戏。你就是1v1，我也是跟你说没戏。你上哪儿我都是跟你说没戏。那我就是要死心，就是也不找他，不纠缠他了吗？这肯定是对你来说的最优解。最优解就是赶紧重新开始直播，赶紧重新开始寻觅下一个大哥，然后把金贵的关系倒背下来以后用到下一个大哥身上，这肯定就是你的最优解。那他还会找我吗？那不一定。如果说你有一天直播播的有一个比他更大的大哥出现，说不定他又觉得有点意思。这个我还想着我要不要去拍一点比较那个。就是视频，然后让他生气。你们在一起多久了？1年4个月。你都1年4个月了，怎么着？你还有什么东西是别人没看过的？还要拍点什么玩意儿啊？那我让别人我让别人看一看，能不能激发他的生气？行了吧，你行了吧你？就你那3脚猫的功夫，你这照片一发出来，他都知道你啥意思。哎呦，我的妈呀！那好吧，那我直播我是去播他会看到的那个平台，还是播另一个平台？我以前是播哪边能遇到大哥去哪边播，好不好？注意你的职业素养，好吗？那你觉得现在哪边平台比较好？我哪知道你在哪个平台播的好呢？真是每个人适合的平台也不一样啊。好吧，那就是没戏了。那行，谢谢你。好，拜拜。拜拜。你看我是不是我这个人就是这样的，不怕别人说我没水平，不行就是不行。谁跟你说可以搞，你就去找谁。但是我觉得大概率你就是要被上当受骗，知道吧？咱们就是说实话，咱们就是有什么说什么，不行就是不行，确实是不行啊。一把年纪还在那搞，哎，可能人家真的是貌若天仙吧，那没办法。天仙能在平台上又是遇到什么无所求的情怀大哥，又是遇到这种大哥拉扯的。我们武汉话说金子啰嗦。年龄长了要长智慧，长段位，好吧？别一天天的就是对什么人都是那套作来作去的。25岁以前可以，25岁以后真的不行，真的不行了。一定要情绪稳定，一定要做一个情绪稳定的人，知道吗？你才能够被成熟的优质男人长择。情绪不稳定的女生是没有办法被成熟的优质男人长择的，她只能被小喽啰长择。小朋友可以搞你那个情绪不稳定。来，大家没有关注的宝子左上角点个关注啊！没有加入粉丝团的加个粉丝团。我们每周直播3场，周二、周六早上10点到下午2点，周四晚上6点到晚上10点。然后想要连麦的宝子呢，女生仅限女生，想要连麦的女生送4000个币排麦啊！咱们这个直播间不连男生。然后想要学习我们的系列 class， 想要进我们的社群的宝宝，左上角头像点开到我们首页的粉丝群，小助理会在粉丝群里面跟你们给一个圈圈的入口。我们现在整个团队面向公众的所有的服务体系里，只有一个东西是对男生开放的，那个东西叫做闺蜜圈啊，只有这个东西是对男生开放的，其他都不对男生开放。你实在要连，送个华子，我们勉为其难的连一下。不是说别的，主要是我的能力边界在这儿，我的能力边界就是给女生处理问题很有一套，给男的处理问题可能差点意思。所以说各位男生，好吧，各位男生你们也不要就是不要骂我啊。来下一个。下一个有连过2个男生，连过2个送华子的男生。Hello， 你好，悠双，请你说话，请你不要闭麦，请你不要退出。Hello，
又双，你闭麦了。好了吗？好了，好，你说。Hello， 说话。又不说话了，又闭麦了。你说话。Hello， 能听到吗？曲曲，可以了，你说。不好意思，我的问题就是，第一，不知道当前怎么推进双方的关系，然后第二就是现阶段我该如何取舍。然后就是我现在就是28岁，然后他是35，然后我们是在那个叶某会认识的。你是在里边上班吗？好，然后在一起现在1年多了，1年半了，然后也同居了。然后他给我付出了100多个 W， 然后他是一开始就一直说以结婚为目的，因为他这边条件呢，他就是扯了快乐证，然后有俩儿子，然后他父母这也是分开了很多年，然后现在就是到结婚的这个点了。然后那个我就觉得他有点往后拖，因为他妈妈现在在国外，在枫叶国，暂时回不来，然后也见不上，然后他就说总得就是见一下嘛，双方父母这样子。然后他说那个，然后现在呢也是他这边也是米紧张，就是做生意的米没有收回来。然后现在我们聊的呢，就是把国内现有的他名的2套房加我的名，然后他父母在看着，就是一人在能拿多少是多少呗，就这个彩礼。然后但是呢，从半年前我们就去那个1线城市其实看房子了，就那会儿说是要买嘛，但后来这不就是说什么米紧张啊，就没收回来，就不了了之了。然后半年前呢，他也说了他妈年底之前会回来，但这现在呢又没回来，然后就总之就是拖来拖去的，现在就是见不上。我就感觉是不是有点拖，我就是光说不做，因为现在我父母也不是很赞成，就觉得我跟他太漂泊了，然后我们这个1线城市买房的这共识也没达成，因为他是要保留这个枫叶国的这个就是要保留这个绿卡，所以他要去蹲移民监，就是5年满2年这样子，可能今年就要去。所以说人家就是也是说，就是说这钱本来这个米本来就紧，人就是说现在就说不想在1线城市买，然后人也有可能以后就我们有孩子了，也都说了嘛，就是到时候孩子肯定也是生在那里，就是这样子。然后现在吧，我就纠结，那你说这1年多了，1年半都多了，都1年快7、8个月了，你说我这也感觉有点耗不起，我不知道再怎么推进他去给我落实这些东西了。现在他说他妈就是3月底回来，就是这样子，然后说回来见了，然后落实这些东西，然后再挑个日子领证啊，然后我们再办签证啊，然后就过去，先过去待个半年，反正现在是这么聊的。你刚说你多大？我现在28，他35。28你还有机会呀，28又不一定非要跟他捆死了。这是吗？1年给你花了100多万，其实也说实话，因为说实话，我跟你说，他跟你认识的这个媒介来说，花的米不多。对，因为我之前对，因为一线城市在这种媒介认识的情况下面的话，1年100多个，真的一点都不多，都算不上是什么钱。对，因为真像你说，因为我之前我现在就纠结在这儿了嘛，我就纠结去留还是走嘛。因为我之前我也有那个大哥，然后就给我买车，买的是那个帕美，然后就是差不多1年多，人也没耽误我生活，因为人家是围城内的，人也花了就1年多，人花了200多个，就是全是现米，就全是那个现金，然后。所以我现在就真像你说，就是这个男的水平，我觉得可能本身就对，真是。所以又有俩孩子，说实话，他有2娃，这不是一个很高的性价比。你28岁，其实你还有机会。但是我现在说难听，我就是不想再跳入那个场所，可能再加上我身边的一些朋友也都该结的结了，然后有多少存款？我现在就是一套没有贷款的房。这个房是值不到200，然后一辆车100多的车，然后一个1线城市的牌子，车牌是那个京牌，然后存款的话是差不多300吧，这样子还可以啦。你这个找一个正常的这种，他这个我跟你讲啊，我觉得你要不然呢，就是找一些比较高端的社交圈，知道吧？或者说你直接就去报对碰的机构，对碰的机构，你就花1年的时间，你每天见3个人，就这么见。这样的话，你找一个什么所谓的年入100万往上的结婚对象，还是有戏的。
但是你说我这对碰，我这也没有个正儿八经的工作呀，我不可能我一边我再去上个班，然后我一边我又跟人对碰，你还是没有一个正儿八经工作。上班啊，有没有正儿八经的工作又怎么样呢？你现在有一点点的这个资产水平去支撑你，你可以跟人家说你编呗，就原来干嘛的，现在不干了呗，就原来有工作嘛，现在不是经济行情不好嘛，你就想再找呗，对不对？不行的话，你就干个主播呗，你干个什么不用干的干个带货的主播啥的呗，找个什么东西套自己脑袋上不就完了吗？用最直接的机构去做这件事儿，我觉得找一个就是说年入100万左右的这种男的。不用，反正你也不用管他什么长相或者各个方面的，对吧？我觉得找一个正常的这种结婚对象，你说有过婚史的，或者说他只有一个娃的，或者说娃他不带的，我觉得都比这个男的情况强。这个男的的情况本身就，如果说换别的女的啊，换别的，如果男的经济条件很好的，你说他一年给你花上300往上了，我可能跟你说带个球吧。对不对？有，就是说这个事儿有的一搞，就你现在就是我就说这个性价比不高这个事儿。他现在就是这俩娃是那个加拿大国籍，然后跟着他前妻，他说白了不管，但他就是出钱养，孩子也都大了，马上上初，明年去国外上初中去了。然后他这边呢，其实也是能有点发展的，因为他就也是自己做事儿嘛，可能就是眼瞅着就是这2件事儿，就今年在铺的这个路要做成了，可能今年能挣个那个300-500，就能挣个几百，是这样的。我这样跟你讲，怎么着呢？很简单，设置时间止损线，一边指脚码，一边设置时间止损线，对不对？最多到6月份彻底出6月份是吧？别的东西就不考虑了。你既然现在舍不下，那么就直接给自己一个时间期限就好了。到了那个时间，绝对就是不跟你说任何屁话的，我就走，就这么简单。那我明白了，那我觉得你说的很对，我也是这么想的。我想着是3月底4月份这儿，或者5一之前。那我就想说，在这个期间，我们俩就是因为同居嘛，应该如何相处呢？就是我还这些事儿，我还价值拉满呢，往最好的方向去相处啊。既然我跟你说设置时间止损线的这个方式，其实就是需要你在这个时间之内做到自己的极致努力。那么你在放手的那一瞬间，没有任何遗憾的。你就什么东西都看明白了，没有任何的，你脑子里不会纠结，是我对他不够好吗？啊，还是会不会他还有经济困难呢？会不会他妈妈还要怎么样？不会了呀，你所有的问题，你到那个时间节点，你自己也做得足够好了，你就没有疑惑了。你说的对，那我就是还有最后一个问题，就是说什么呢？就是那我在这个期间，就是比如说我3金1钻，或者是我说，哎，你房子你不是说答应我过户的吗？那我不提了，先把个钻戒买了，钻戒靠谱，快呀！我跟你讲，什么东西快搞什么东西，是不是？是，行，好嘞，那我明白了，没问题了，感谢，拜拜。钻戒当然靠谱了，钻戒随时买随时套，像他们这种情况的，不怎么也得搞个2克拉往上的吧，对不对？那2克拉往上的2-3个克拉的，还不是随时拿，随时可以换米，对吧？这东西多快呢，多好流通呢，也不可能用任何理由去拒绝。没有任何理由拒绝，关键是，对吧？你说房子要换更名啊，房子要加名字，哎呦，那我要跟我妈说，哎呀，我这个证拿不回来，我那个证件没有，我要等着我枫叶国的证件给我批，他到时候1、2、3、4、5的跟你搞一大堆，你麻烦的要死，肯定是什么东西快搞什么东西，我今天走进去我就能刷卡，这是最好的，是不是？有说钻石变现不值钱的，你们都是不懂我不跟你们争啊，不懂我就不跟你们争啊。来，大家没有关注的宝子左上角点个关注啊，没有加入粉丝团的宝宝加个粉丝团，加了粉丝团会收到我们的直播提醒。我们每周直播3场，周2、周6早上10点到下午2点，周4晚上6点到晚上10点。买黄金蛮土啊，而且这个东西，你这要照结婚的时候，你这个钻戒总是要买的呀。你买几公斤的黄金背着吗？你这个钻戒，你到时候不跟这男的好了，不就立刻就走了吗？对不对？这东西不是很好带吗？这不是因为它好带吗？
搞个，哎，这几十万的钻戒，几十万的好变现的很啊！大家没有学习过金贵的关系，没有进金贵的社群的宝宝，左上角头像点开到我们首页的粉丝群啊，小助理会在粉丝群里面跟你们给圈圈的入口。想要连麦的女孩子送4000个币，排队啊，男生不连。来下一个。你实在不信你就去二奢店买，知道吧？人家二奢店回收都保底。你实在不行你就去二奢店买，别人回收都保底。下一个是谁？下个是谁？男粉丝为什么不连？因为我们是娘家人，我们不是婆家人。我们是娘家人直播间，我们不是婆家人直播间。全网都是我的录屏和文案，习惯了就好了。哎呀，我没办法，树大招风。哎，你好，蛐蛐，谁都抄。哎 ，Hello， 你好。哎，之前连过一次，然后后来连完之后，我就去学习你的课程，现在越来越清醒了。我是97年，然后3年的金主男友，然后比我大18，一共给了1000个。我起初就是我家庭条件以前很好，然后其实就是几年前落寞了，意外走上了这条路，但是刚走这条路的时候脑子没那么清醒，现在呢就是学了你的课之后清醒了很多。我今天就是一个问题，因为他最近在问我一个问题，就是说要多少，就是我再给你多少你会安心，这个问题是他的原话。但是我就在分析2个方向，就为什么会有这么个问题，是因为在今年他会有一个很大笔的一个投资的一个回流，然后呢他就是想给我一个大笔的，我就在分析2个方向，因为我现在这个年龄了嘛，他对我是真的很好，他不是那种养金丝雀的那种，他是所有的资源对我开放，而且今年就是跟我说，对，就是说要在事业上帮助我，给我捋了2条大苹果的线，让我去开发。然后我就在分析啊，他是想跟我，觉得我的年龄到了，要停止跟我交往了呢，让我去找对碰去了呢，还是第2种情况是说，哎，你别这么寻觅觅的，就是你安心一点，就是真正的就希望我安心一点，再跟他几年。我就没想明白这个事儿，肯定是后者呀，这还没想明白，就明着这个事儿。有一个情况啊，他呢在今年下半年，他家里的人要去港澳定居，所以他就是说，我们虽然现在都在南方啊，但是我们就要更往南移。我们是这样，每年过年的时候都会谈一下整年度规划，然后他这次就是一直在问我什么计划，然后其实我是有计划，他也知道我去年年底就在计划，也要去那一块儿去读书，然后我的意思就是说我们以后可以在那边见，但我觉得我说的有点错了，就是我太快的去表达了我还想继续跟他见面的那个意愿，就是现在搞得我也不知道怎么规划的，但他的确问了你的这个事他怎么说？就是读书的事他一直都是很支持我的，因为之前读书他都是。你说太快表达想跟他见面的意愿啥意思？为啥不见面？你们俩人没分手？见他，我只是没有搞明白他是第一个意思是停止交往，还是第2个意思让我安心。我跟你说是第2个意思啊，你这个地方没有歧义啊，你这个故事从头到尾没有歧义点呐。你补充的那个细节能有什么变化？你补充的那个细节产生了什么歧义点？我不懂。那按照这样的付出的话，你就是哎呀，钱也不是，你也不能我来提，但是我也不知道他真问我，为啥不能你提？他都问了，问我不知道该多少。你想要多少就提多少不就好了吗？人家都问了，你还我也不能提，为啥不能提啊？你的理由是什么？因为我要站着要吗？啥意思？不是，没有，我一直都对他很崇拜的，没有站要那意思，我只是不想破坏那个，就是现在这个情感一直非常美好嘛。他就是因为美好，他才让你提吗？他才让你自己说吗？明白这个意思。你就开口开大一点，我跟你说，没关系。就是不仅能是，就是
就比如说平均1年的3倍那样子。3000万，什么3倍啊？他能拿多少回来？他就是1以上的对啊，3000万回报，3000万，你就开3000万，问题不大。我跟你说是这样的，一个人他都跟你开这种口了，你知道吧？他跟你开这种口了，他的心理预期是非常非常高的。他没有一个很高的心理预期的情况下，他是不会开这个口的。他不怕他后面没续航力了吗？因为他这是个你需要关心的事儿吗？哦，明白，明白。明白。然后我还有第二个问题啊，就是我的年龄也逐渐大起来了嘛，我97的，然后我其实是一个半原始的一个姑娘，碰着她只是因为我俩正好搭对，她跟我爸一样，我太知道她这个人是什么样了。然后她其实在去年年底也明确跟我说了，她搞不定她家里那些东西，就是那些人啊，就是对啊，刚才那个关了，刚才违规关了，然后我就马上又开了，可能今天还会关。关了的话，你们知道上我哪儿找我吗？所以我说你们一定要到首页粉丝群里边去看我的圈圈，知道吧？啊，一定要到首页粉丝群里面去看圈圈，要不然我一下子又被关了。我已经被关习惯了，你们可能还没习惯。它不是违禁词的问题，是它这个故事违规。哎，你好。就是我那个半原始状态是什么？就我以前恋爱都挺失败的，就是怎么也找不好。然后我其实在这2年也试着一些年轻的90后，也失败，就是反正脑子傻。我直接给你给个中局，我告诉你，你跟这个男的不会分的，分了你找不到什么很好的对象的。我这么跟你讲，你不用考虑这个问题，你直接把你这个念想掐了就完了。那我就傻透顶了，就没办法了，是吗？没有意义，因为你不会满意的，你跟任何一个男人在一起你都不会满意的。就是因为他这个起点太高了，让我享受到了我回不到以前的生活了，是吗？对，你不可能把自己摁下去。我是有，真的吗？我是有规划，就是为什么要继续读书，不是一直要读到博嘛？我想博回来之后考那个我比较理想的工作，回到理想的工作里面，还是靠自己，我还是在努力把自己往回拽，没有意义，因为生活到最后过的是一个方方面面的舒适。你要是说跟别人在一起的话，你的舒适度会急剧下降，这个就是很核心的东西。不是说你内心觉得我的道德感怎么样，我的原生家庭要我怎么样，而是你自己方方面面的不舒适，最后你会舍弃。但我不是说不会对年轻的男孩子心动，有一般都是这种没用 ABC， 主要是我中间被伤过一次，就是有一个年轻的，结果他去找妇女去了，就是很有钱的那种，就伤到我了，有点。这不是重点好吗？这不是重点，就算人家没有找别人，你跟人家再往后处也处不好。那可是就是我会永远都不结吗？就一直跟他这样子。那可能也就到35，除非你自己，我跟你说，除非你自己可能真的就是说已经到了一个亿往上的现金捏手上的时候，可能你的想法会发生改变。你有一天觉得我能给男的花米的时候，可能你的想法就改了。我就只有往那条路上，因为不是我不给你听我讲啊，不是说我要跟你悲观主义或者怎么样，我们只是说通过这么多的案例，我跟你就事论事。你到了那个节点的时候，你就不会说，哎呀，我不能找一个男的正常，你不会这么想的，你明白吗？你现在是因为你预期你未来怎么样，你感到痛苦，你不用设置这个预期，你到了那个时候，你顺其自然，你就会觉得别的人没意思，你是内心就会觉得没有必要，懂了吗？不是我在这，我有什么好劝说你的呢？对不对？明白。那我就是既然遇到了伯乐，就好好的接受现在这个，然后就是好好赚。然后去发展事业，把事业稳好了，这样子。对。反正现在不能着急对碰一类的事情了。有毛病，对碰。不是寻思以后年纪还得自己生孩子啊这些事情吗？不会啦，你跟这男在一起，可能你未来就会走自己去 DIY 的路线的，这种是大部分，绝大部分。对，我身边有朋友他们这样，我就有点不用以你现在的想法去焦虑未来的那个你的选择，明白吗？
我告诉你的只是我通过我看到的案例告诉你大概率你们会走的方向，但你无需为了那个点去焦虑。你现在有啥好焦虑的呢？你那个时候你想放弃你就放弃呗。我只是说那个时候你自己内心的答案就是你不想放弃这个关系，明白吗？因为你出去找一圈你又得回来，这就是我们看到的，你最后就会觉得没意思。我知道，就是可能概率上会这样，只是说哎呀，我知道我的格局，我怕我这个年龄我的眼界太小了，所以特别想咨询你一下，如果大一点的格局怎么样做？因为我现在这个年龄还有往上走的空间嘛，还有自我调整的空间嘛，我还是一个比较想自我改变的人，想往好了走。我跟你回答完了啊。明白，谢谢。好，就是我拜拜。基本理解了，谢谢。不用，我们没有什么耐不耐心的，就是有事儿说事儿，是个什么情况就是个什么情况就好了。因为我们看的案例多，像这种男的，他能全心全意的对你好，全心全意为你付出的时候，他还能全心全意的给你各种各样的支撑，他又有这个实力的时候，不是你最后想离开他，而是你最后都转一圈，最后你还得回来，它是这么个概念，知道吗？是你自己内心真的觉得外面没意思，不是说你今天在给自己做思想斗争，你现在提前去做这个思想斗争毫无意义。我说我们的3000的口都能开，这人他都有极大的接受空间。你还有什么？你能放弃这个东西再出去奔吗？出去奔那些什么可能还要去找富婆的男的，这想得出来？那怎么可能呢？是不是？到那个点位的时候你就明白了，你真的到了那个点位的时候，你就会觉得那些都是鬼，知道吧？你看那些人，你都觉得什么玩意儿啊，你都会有这种感觉。你再出去晃一圈，你就会觉得我还是想跟那个男的好。我们的看太多了，但是呢，那个有会巨大的风险。就如果你真的出去晃了一圈，1、2、3、4、5，这个找一下，那个找一下，最后还是觉得不行，再回来，这种情况下80%的可能，这个男的就会降低付出。这个因为男人嘛，对不对？你全心全意跟我好的时候，我可以全心全意对你。但是你出去找了一圈，最后发现没有人比我更好，那我就知道了我是你的最优解。一旦我知道了我是你的最优解，我肯定会降低付出的，因为你已经不值得我这样做了，对吧？我们看太多了，多少女孩子都是这样的。有一个这种人的时候，他就觉得他老想着说，哎呀，我要传统啊，我要回归到那个别人的那个三姑六姨的那个世界里头啊。好嘞，做了一场努力，最后发现不行，我还得赶快回去把那个大树抱着，结果抱不住了，结果那个直接给生活费砍到1/5，没办法，好多都是这样。要男的也会要，男的要还是会要的。如果这个男的曾经是很愿意为他付出的那种人，他回头那男的还是会要。但是那男的愿意拿出的成本就不一样了，区区好拼啊！为啥？就是因为我过年还在跟你们直播，没有，我是喜欢跟你们直播，知道吧？过年不休息，或者说我们整个团队过年不休息，不是说我逼着大家不休息，或者说我怎么样，而不是的。我也很热爱我的这份事业，我们团队的每一个小伙伴，他们都很热爱他们的这份事业。他反正闲着无聊也是无聊，他愿意去拿出自己的时间来做这件事儿。我们没有任何的硬性规定说你必须要怎么样，他们是自己愿意在这个时间里面去做这个事儿，因为他闲着也是闲着，过年最无聊了，是不是？来，大家没有关注的宝子左上角点个关注啊！没有加入粉丝团的宝宝加个粉丝团。我们刚刚直播违规了，被关了一次，所以说大家一定要去拿到我们的圈圈入口，好吗？大家一定要去拿到我们的圈圈入口，好吗？到我们首页粉丝群，小助理会在粉丝群里面给到你们一个圈圈入口，你们可以通过我们的圈圈入口找到金贵的关系、金贵的社群以及1v1的方式，好吗？来下一个，还有我们的直播通知和直播公告，还有我们的直播连麦规则啊。来下一个，刚刚是谁当了个榜一啊？这榜一神秘人，感谢啊！我没有看到你送礼物，感谢啊。Hello， 你好。Hello， 你好，跳跳君你好，跳跳君说话，跳跳君不要闭麦。
跳跳军。下一个啊，下一个榜一神秘人啊，我不知道是谁，不知道是不是哪个想要连麦的帅哥，想送其3万个币上来连。下一个是谁 ？Hello， 你好，能听到吗？可以，你说。好，蛐蛐，我这2天把你的课程都听完了，然后我之前也找过几个咨询师，是这样的，我93年8分，对方的话91年，年薪的话2000到3000，对方，但是我跟他2个相处了3年，后面发现我被小 C 了，他其实是在围城里面的。但是我们相处了10个月左右的时候，我就有了。那个时候才发现他在围城里面的，当时我也是上头，因为我没有太多的恋爱经验，但对方的话是属于比较浪漫的类型的，但是就上头了，就把这个生下来了。现在的话，宝宝1岁半，后面也找过很多个平台的咨询师哈，用了一些方法，后面知道了。就是查出来了，他现在都没有告诉我，其实他是有2个小孩的。在一个小孩一男一女，一个小孩7岁，一个小孩可能接近3岁，而且另外一个小孩的话都是在他追我的期间才生下的。然后都是跟同一个人吗？是的。好。对，就是他在围城里面。知道。往下说。然后他在后面在咨询师的这个下又查了一些东西，就发现他在他的城市里面还有一个固定的女朋友，年龄比他大36岁现在。那个女生也是在围城里面难言知己，也为他付出了很多，几百个肯定是有的。然后其实我在就是整个怀孕的期间他都没怎么来看我，看过我4次，但是我生了宝宝，就是从我生了宝宝这1年半的话，差不多每半个月回来看我们1次。然后就是节假日的话有1半的时间陪着我们。现在的话就上一次，其实之前的话去年对我也还是蛮好的，就是元旦节的时候我们闹了一件事情，就他说了要过来看我，就是我们约定好了的。圣诞节的时候我就问他你们元旦节什么时候放假，他说是跟我们时间刚好错开，我说那我过来找你吧，什么刚好错开，然后他当时就有一点不高兴，他说我很不习惯你这样然后元旦节的时候他说好了1月1号过来找我，但是1月1号那天他又说在应酬他不来，我就发脾气，我发了2-3天的脾气，发了脾气之后他之前都会来哄我的，这2天的话就完全没有来哄我。然后到现在的话这从今年开始哈他就说想一个人静一静。谢谢神秘人。哇，谢谢神秘人，谢谢神秘人，哇，好酷炫这个礼物，我从来没见过啊！你接着说，谢谢，接着说啊。然后其实就是他在别的城市也还有其他的女朋友吧。你不是你到底你啥意思？你想干嘛？然后现在我觉得他是不是想后撤了呀？他从去年的话，他差不多付出了800。好，然后今年哈，然后就是我春节也没有安排时间陪我。去年的话有1半的时间都是陪我们的嘛。今年我在问他17号他回来的时候哈，1月17号回来的时候，然后他就说他最近很累，想静一静呀这些。不是啊，他就是还有要不是有了新的想要去投入注意力的对象嘛。不是他后不后撤又怎么样呢？你跟他的关系你是怎么想的？你要怎么规划？
其实我现在我觉得就是没有办法了。其实我长得还是蛮漂亮的，就是就跟他在一起了之后哈，就没有社交了。但是去年我就在上班，在一个类似于中欧长江的商学院做招生顾问，做的也还是蛮好的。就是做了8个月，也是我们的集团的新人黑马呀。这些是我觉得他对我的关注，反正现在就是越来越少了。他也不可能，咨询机构哈也跟我说了，他是从判断他不可能扯快乐证的。对啊，这些东西不用说呀，你的诉求、你的目的，你想干什么？他现在他是不是他想后撤了？但是我不可能这样后撤呀。听得懂我说话吗？能听懂，他不可能就这样就后撤了呀。想要就是减少付出。我在问你想干什么，你老跟我说他干什么呀？我肯定想他就多付出呀，引导他付出。现在这个男的，第一他女的很多，而且他还是那种会再去寻找新的目标的猎物的这种人，对吧？这个是这个人他本身的一个情况。你跟他总共在一起多久？3年多。3年多的时间，一共付出了多少？可能1200多。他什么身家水平？1年2-3千，2-3千，2-3千。91年。那我跟你讲啊，这个男的他的实力是不支撑。他就是说他不支撑他一直给你大的付出的，他没有。为什么呢？不是说他的经济怎么样，而是他对于女人的欲望野心是没有办法被他的经济实力所覆盖的。他要是1年2个亿，他也许还能，你说所谓的哎呀，你去给他搞情绪价值啊，你去搞哄他呀，哎，给他看孩子啊，或者怎么的，这些东西还能真的能让他，因为他有，他米仓里边有。但是这个男的，他的这种多偶状况，跟他要养娃，要搞这个搞那个，他的这个性格特征来讲，再加上他的这个收入来讲的话，他1年能给到你的话，实际上啊，300-400对他来说其实已经很吃力了，因为他要覆盖的东西太多了。他能在去年的时间里面，2022年的时间里给到你800，他基本上就是说半条老命都拼上去了，他能搞出这么个数字。而且他基本上是有多少花多少的那种人，可能就是资产的话，可能也就几千了。就没，我跟你讲了嘛，1年收入什么2000，说起来啊好那个，但是我跟你讲，他这个水平，他又要养这个要养那个，他还属于是那种就是还可以去找什么条件好的女的也可以啊，条件不如我的女的也可以，别的女的养我也可以，我养别的女的也可以。他这种状态的这种男的呀，他本身就是那种要不停的寻求猎物的这种，知道吧？所以他的这个米要去到处去出，他那个水管子一根水管子进，无数个水管子出，他是这种状态的。你所谓的什么加大付出到哪儿呢？他就这么大个米仓，他给你的已经就已经很极限了，说实话，已经很极限了。那今年就是他后撤了，我该怎么办呢？我感觉他有一点想减少付出了。他怎么办？不是，关键是你自己要把你的后路搞明白。你在一个很好的一个单位，你还有你的颜值，你该去社交去社交，该找大哥，你该干嘛干嘛，知道吧？跟他之间的交流，维持你自己的交流状态就好了。这种人闹也是没有任何意义的，他是不会怕的，他也不会管，你就正常的，他原来是他肯定是喜欢听话的，等着他召唤的，他一看就是这种性格，你就只单向输出就好了，我什么每天正常的该发想念发想念，该发关心发关心，该发小孩发小孩，你就是这样啊，等着他哪天米转到你这儿来了，他还是得来找你，他就是这样的一个性格。他不存在说什么完全后撤的，不是的，他们这种人的性格就是多吃多占，他不是那种我抓了一头我就另外一头我要砍掉，他一定不是，他就算现在有了新的猎物目标，他也不可能把你砍掉，他还是要把你持有着，他没有所谓的真正的后撤这一说的，他只是要你跟他以他喜欢的方式相处而已，那他有多少付出他就付出多少，就是这样，你要多了他也没有，他就这么大个能量。
但是我还是建议你该工作工作，该找大哥找大哥，你跟他这有什么好那个的？因为我也在找其他的咨询机构咨询，他们的意思就是建议我以单身的情况上班。不影响啊，没问题。就是说没有生过宝宝，没问题啊，因为也看不出来，没问题啊。你反正是去找大哥的，你啥单不单身无所谓的呀，其实。好吧，在他那边也不用闹，也不用什么，当什么都没发生，没有，因为没有意义。闹了没有用，这男的是能受闹的那种吗？一看就不是。你越闹撤得越狠，绝对是这种性格。啊，我知道了，谢谢曲曲。就是这姑娘说话，她提问呢，她提不到重点。你们发现没？这姑娘说话，她提问提不到重点，老是在絮絮叨叨一些细节，但是其实她的问题都不是重点，而且包括她最后说什么别的咨询机构什么，这也不是重点。什么让我当单身去社交也不是重点，根本不是重点，这些东西一点都不是重点。就是你他就说话呀，思考问题啊，不聚焦。这种人我容易出现一个什么情况？我告诉你，这种人他就容易出现什么呢？他不知道自己要什么，知道吧？他要米吧，好像也不是自己，也是无心的。我要了米之后吧，他又不觉得说，我要了米就行，他又跑去要感情。要了感情之后吧，感情要不到米又没了，因为他自己的思路就是个散的，他一会儿这一会儿那，一会儿这一会儿那，他自己的思路就特别特别的散，不聚焦。他说什么别的情感机构说这说那有意义吗？其实也没有意义。别的情感机构给你咨询那些东西有什么用呢？其实也没有太大作用。因为你要知道你要什么，重点是我们要知道我跟这个男的在一起是图什么。我不就是图他能给米养小孩吗？我图什么呢？一下子又扯什么他会不会扯快乐症，这有什么好扯的呢？这话不是纯粹是往怀里作揖吗？他怎么可能扯快乐症呢？他扯快乐症他也不能为了你扯，他去为一个养他的女的扯，有可能他能够去跟一个什么36岁的围城内的女的，两个人好多年，让那女的还给他付出了很多。这种男的他有可能会为一个为他付出经济的女人扯快乐症，他怎么会为了你扯快乐症呢？这根本逻辑都不闭环，你知道吧？所以扯的这些话都是没有油盐。你要什么？你们永远跟我聊的话题就是我要什么，我想搞什么，我在这个关系里我怎么能够利益最大化，对吧？实在是拿不到，我能不能少拿点，对吧？我多我能拿到多少，少我能拿到多少。如果说我拿不到了，我怎么做，是吧？这个就是明确的。你再来谈，我现在的工作环境能不能给我创造一个这样的土壤，我还能去找别人。我找别人，我要用什么样的方式？你再来问我说，那我是用单身的方式吗？还是用已婚的方式？是这么问问题的，而不是跟我说，别的情感机构跟我说，我就用单身的方式去。所以呢，所以呢，你的这个行为导向什么方向？问题是什么，对吧？这个感谢这个榜一神秘人大哥啊，感谢榜一神秘人大哥刚刚给我送的一个礼物，我都没见过，是不是新年的什么特别礼物啊？是新年特别礼物吗？我跟你讲，那找什么叫什么那个商学院的人，你在商学院里边的时候，其实根本无所谓你装不装单身，不重要，知道吗？因为你是搞米的女人，你不是求婚姻的女人，明白吗？求婚姻的女人，我会跟你说，那你最好是先不说自己的情况。但是如果你是求米的女人，不是这样的哦。求米的女人，这个不是重点哦。求米的女人，你展现什么样的人设，要根据什么而决定？要根据你现在遇到的这个客户是哪个类型而决定，知道吧？为什么我们在金柜里面把男人分类了呢？对吧？那是因为针对不同的类型，你知道什么样类型的男人他喜欢在什么点位上付出，所以我要在什么点位上提诉求，或者我展现一个什么点位的状态，是这个意思，而不是说那我就到商学院里面去装单身吧。你不是个结婚的呀，你装不装单身又怎么样呢？这不重要啊。
有的男的他就要找不是单身的，他给不是单身的他也愿意付出。有的男的他就要找没生过娃的，有的男的他觉得有娃也没事，哎呀，一个单亲妈妈带个娃好可怜，我好想帮助你，是不是？你要看你遇到的那个对象是什么样的人。首先是看你的客户，而不是说你上来就说，哎，我是不是就我一竿子打死，我就是要一个单身，我冲商学院。不是的，不是这个概念，你又不是找结婚对象。来，大家没有关注的宝子左上点个关注啊，没有加入粉丝团加个粉丝团，没有看过金贵的关系，没有进金贵的社群的宝宝，左上角头像点开到我们首页的粉丝群，小助理会在粉丝群里面跟你们给一个圈圈的入口，想要连麦的宝宝送4000个币的礼物排队啊。然后今天我们的直播已经关过一次了，所以说大家一定要去找到我们的圈圈入口，好吧，免得我们直播关了回头大家找不到了啊。来下一个。Hello， 你好。喂，曲曲你好，能听到我说话吗？可以，你说。是这样的，我是刚大学毕业的时候，然后认识了一个男的。那这个男的呢，他是一个围城内的，然后我们两个是异地，他在1线城市，然后我是在2线城市，然后我们两个在一起3年，见面的次数应该是也就有10次吧。然后他的条件呢，也就是1线城市的土著，然后有几套房，然后也就是年薪100万。然后呢，我这边就是一个很普通的工作。然后呢，我们在一起的将近快1年的时候嘛，因为我家里出了点事，我跟他提了一个要求。那这个要求我是说那个给我买辆车。然后他后来就是上午还挺好的，然后下午的时候，然后他就是以借口然后分手了。分手了呢，这个也就无所谓，我以为就是随便玩玩嘛。但是过了大概半年之后，他又重新找我，然后找我了之后然后他就给我买了一套房，然后这套房呢，但是不是全款，然后是大概是他付了首付150多万，这样。那现在呢是最近他出了一件事情，然后导致我们现在就是彻底分开了。他出了一件事情，就是说他可能要进去。对。然后呢？然后我现在，然后他就说要跟我分了嘛，分了之后，然后那个时候我就问这个房子怎么办，他说，后来我就去他的城市见他了一面，他说这个房子意思是说，就给你了，然后呢，也现在虽然是分了，但是他每个月也在就是给我还贷，然后我现在就是有一种就突然间就是好像就很焦虑，就是第一是怕房子就是会不会有一天，因为他现在每个月还在给我还贷，我怕他有一天会不会就是拿这个房贷套住我，为了有一天还要回去。然后第二个就是说，因为我跟他分手了，然后他也没说提要给我多少，我突然间就觉得好像就觉得3年被耽误了的感觉。我不知道我现在如果跟他要的话应该要多少，他会不会还会给，因为我们两个感情一直不错，是因为他出了这个事儿，然后他家那个知道了。对，你这个房子还有多少没还完？还有300。你就让他一次帮你把还呗，他全还了呗，他能拿多少是多少呗。你就这么，但是一次关键是这个不是通过他的，是通过他朋友的那个。什么意思啊？就是不是他转给我的，是他朋友转给我的。不重要呀，他给你就完了呀，他怎么给你重要吗？但是我们两个现在就是已经说好就是分了，那你说我是就是偶尔他也会找我，然后我们两个会问最近好吗或怎么样的。然后呢，我就在想我应该怎么跟他谈，或者说还是说我每天就很焦虑，压力很大，其实是因为这个房子还有这么重的贷款，我也不知道你未来会帮我还到什么时候。你说我每天现在睡不着觉，你甚至还可以开一个什么某亿某域某镇的这什么单子出来，对吧？你就跟他说，你说我就想跟你商量个事儿，你能不能帮我把后面的贷款全部还掉啊？你就这样说啊。那你说我跟他说他会不会炸掉啊？就是炸掉，就觉得我比较爱财，然后就是那个，然后你提的这个要求很正常，你要在他面前树什么人设？不爱钱的人设，有必要吗？
那你说现在是最主要是让他绑房，那如果他假如说我跟他说，如果他说就是可能是近最期可能还不了的话，我需要跟他要一些，因为分的时候我也没提他呀，你就说你最多能帮我还掉多少？你说我就是每天看到这个事儿，我心里很焦虑，你能还多少还多少，300不行的话200行不行？那关键是我那个时候好像就是也跟他提过这意思，他那个意思就是说，他说你也不用就是有什么负担，因为我每个月都会给你还，就是直到你找到下一个就是那个男生，或者说你有什么有比较好的结婚对象或怎么样，他说到时候你再跟我说。你就现在说啊，你就现在说呀，你就说我心里抱着这个事儿，我老是没有办法去开启新的关系。我得必须把这个事儿我得处理的差不多，我觉得我心里这块石头落地了，我才能再去重新去社交，要不然我心里慌。那房子这个如果让他还了，我还用跟他提什么要那个就是？你还提啥呀？这都300，你能提几个分手米呀？300，我都说300往200谈，你就是这，你还要什么呀？你还要什么？这给你也就是现米给到你的呀，一样的呀。但是出于一个什么呢？然后我一直就没提嘛，因为他不是出事了，他要进去了嘛，他也要花很多钱，然后去就是能减少就减少。我总是我觉得替他考虑，我觉得哎呀，这个阶段跟他提这个是不是会不太好？不好，所以呢？我总是觉得你们的一些焦虑就是非常的多余，好不好？现在就是泥菩萨过江自身难保，他进去了你更没米还。不好，所以呢，不好我就不算了咯，那我自己出去挣咯，我去打螺丝好不好？好，明白了。还有问题吗？好，没有了，谢谢曲曲。拜拜。我这个人说话啊，可能有的时候有点重，不好听，但我说的都是实话，对吧？是不好，人家压力这么大，人家欠一屁股，人家都要进去了，我这个时候好像有点落井下石，好不好？那肯定不好咯。那何止是不好，这个时候怎么好？我把房子卖了吧，我帮你填坑，我把房子卖了行不行？哎呀，你要进去了怎么办？你这么多年对我这么好，你都要进去了，那我帮你找关系吧。你找关系需要多少啊？200我没有，我把房子卖了，给150给你。那有情有义，是不是？有情有义有有情有义的玩法，对吧？是不是这个道理？你这个时候你本来就是没有什么，这个时候你就跟那个什么人家那个要债的一样的，你这个时候还想个排序呢，你不快点要，他后面更没有，是不是的？你现在能快点要吧，人家能手上还有他就给你了，你还要慢了，说不定那这个那个这个的都需要，他填坑填不完，最后到你这就没了。是不是的呢？那你想着说，哎呀，那么多人都在找他要钱，我这个时候再上去要，不好吧？不好，那就别要呗，那你就自己出去打螺丝还钱呗。那咋办呢？对吧？有一些焦虑就是毫无必要，好吧？实在焦虑的话呢，你们就去那个吃个斋，吃个斋，吃几天斋，好吧？就跟自己说，我吃了几天斋，我现在我也算做了点善事，好吧？对不对？你们知道为什么那么多人会去依赖那个的悬的那些东西了吧？都是这样的，转嫁心理压力，知道吧？他就觉得这个事儿吧，他做的多少有点不合情合理，他觉得做多少有点哎呀没有人情味儿，然后怎么办呢？搞那些手段吧，可能有点灰不拉几的，有的甚至很恶劣，所以他怎么办呢？他就去拜呗，对吧？就去拜呗，祷告呗，是不是？哎，吃素呗，那就是他就是想办法嘛，自己给自己寻求一个心理安慰咯，对吧？哎，大家没有关注的宝宝左上点个关注啊！没有加入粉丝团的宝宝加个粉丝团。没有看过我们金贵的关系，没有进过金贵的社群的宝宝，左上角头像点开到我们首页的粉丝群，小助理会在粉丝群里面跟你们给个圈圈的入口。我们每周直播是3场，周二、周六早上10点到下午2点，周四晚上6点到晚上10点。想要连麦的女生送4000个币的礼物，排队啊！不连男生，好吧？大家一定要去首页粉丝群找圈圈入口啊，因为
一定要去首页粉丝群找圈圈入口啊，因为要不然我们直播间关了，你们就找不到我们了。来下一个来。Hello， 你好。Hello， 你好。你好。说话。说话。你好。你好。下一个。来下一个。下一个。诶，怎么还没挂掉吗？下一个是谁？下一个是谁？下一个是谁？再试一下 MM 连不上，赶紧的，下一个 Love me Hello， 你好。你好，听到吗？听得到，你说。你好，曲曲，那个我今天有2个诉求。就是我就是人生有一些迷茫，我想就是让您给我一些建议。那我先说一下我的情况吧。我今年38，然后赢过快乐症。不好意思，我有点紧张。那个我有一个小孩不归我抚养。然后呢，我自己的年收入大概是500个 W 的。有一个8到9个人的小公司。长相6分的样子。对方呢是比我大3岁。连麦断了，重新连一下。我们这个直播间是这样的，富婆聚集地，富婆训练营。我们这个直播间的别名叫富婆训练营，我们金贵的关系的别名叫有米男人使用说明书，知道吧？不要那么的惊讶，显得自己就很没见过世面。你们就在直播间里面多听一下，你就会发现这个很正常，好不好？这就很正常啊。习惯了就好了咱们出去也能说自己是见过世面的人，是不是？这里可能是你离这个世界上的大部分的富婆最近的地方。你接着说。就是对方呢比我大3岁，然后呢我们是异地，对方呢没有法律上面的婚姻。OK， 就是有一个他的收入呢比我大概会多10倍的样子。认识了6、7年，交往小半年的样子。然后我因为年纪也比较大了，我最近一直在考虑，就是因为我的孩子他的抚养权不在我这里，我一个人就是有点迷茫，就在想要不要生孩子。想生就生呗，这有啥好迷茫的？你自己都能挣500个，养不起娃。养得起，但是好像我觉得就是如果说我要给他生的话，如果他不对我付出的话，我怕我以后要跟他就是闹得不开心。为啥要闹呢？你自己先把心态调节好呀。你自己把心态调节好，娃是给你自个儿生的呀，不是给他生的好吗？娃是给你自个儿生的，他愿意付出，他愿意搭把手，很好，锦上添花。你干嘛要跟那20出头的小姑娘一个思想啊？那你的意思就是我也不用跟他提什么物质要求或者房子车子什么这之类的东西吗？哎呦，想提嘛，撒个娇，拒绝了嘛就算了，就是这样啊。我什么都可以提了以后你不想做，那没事儿嘛，那搞个别的呗，对不对？有感情的情况下，反正是这样，我这个娃我肯定是这样，我跟你提，我就是试一试，我就搏一搏，单车变摩托，对吧？你要是不愿意给我，我就还是摩托，我就还是单车。你愿意搞，我就是摩托，就是这么个概念嘛。
干嘛不能提呢？什么都能提，但是你不要觉得提了对方就一定要怎么样。总而言之，他总能搭把手，差也差不到哪儿去。我感觉他对我就是目前就是我们两个人之间除了工作，我们俩是同行嘛，他在工作上面就是给我就是义无反顾的支持，就是从来不给我现米，然后会买一些礼物啊什么的。哎呀，可以提嘛，你提过没嘛？提过什么？现米你想要什么？你提过没？没有。对呀，提嘛，你机会关系也没看，就是你也不是我们学员。不是的，我还1对1了。1对1，老师咋跟你说的呀？老师说感情不够深。多长时间了？在一起半年。那是感情不深嘛？确实啊。哎，我就是说，你们首先从心态的基层建设就建设的不对，底层建设不对，天天想着从别人身上薅，你到底是不是在图啥？你明明就是为了缓解自己的焦虑，你明明就是自己想生娃。现在你为什么因为有了这么一个男的，你就把他变成了这个男的对你的要求跟诉求呢？跟这个男的有什么关系啊？好像是这样子，有一点，我感觉，对。那您的意思就是，我现在就是先就是，如果自己想生，顺其自然，生就生，他能够帮成一把就帮成一把。哎，对，我跟你讲啦，总比你自己，哎，是不是你这么想？第一，总比你自己去 DIY 压力小，对吧？对吧？你现在有这个人，你不赶紧抓着呗，对不对？最次，咱们就是说最次的情况下，你的娃未来的一套婚房是一点问题没有吧？对不对？把事情啊往简单点的方向想，明白吗？我就这18年我不找你要的没事儿，你总得给我娃留一套房出来，是不是这个道理？教育基金，房子的基金一点问题都没有，我不用现在找你要啊，我娃都生了，咱们就好好处，慢慢处呗。哦，那就好，那我明白了，行，好的，谢谢你。好，拜拜。好，再见。你们有的时候完全走死胡同，完全死胡同，知道吧？不管自己是个啥条件，天天就想着那男的不给我搞，我这娃怎么能给他生？你是给他生的，人家没让你生。那男的有没有天天求着你生个娃吧，你给我生？又不是，你自己在这焦虑，自己想生，非要赖别人头上。有个男的在这给你喜当爹不错了，你还想怎么样啊？何况还是个这么有米的给你喜当爹，真的是搞不懂。有的时候你们真的是不要太多了，好呗？你自己养我告诉你，这种情况下才能搞大的，知道吧？你们抱着你们那种思路，我先去跟他谈，哎呀，你能给我多少呀？那我们生个娃，你能怎么着？最后呢，谈来谈去吧，个感情又谈淡了，自己又总觉得自己生了个娃，吃了个蛮大个亏，自己心态又不平衡，到最后哼哼唧唧那么小敲小打的搞一点，没什么太大的意思，知道吗？你真正的就是什么，像这种有实力的女生，要拿出你自己那个淡然处事的那个姿态，对不对？我就是自己生的，对吧？你给我什么的都是锦上添花，对吧？你给我什么的都是我生命中的礼物和惊喜，是不是？没有想到有了你这个男人的存在，老天爷首先给了我第一份礼物，就是这个孩子，对吧？格局打开，要不然的话跟你们那个身份都不相符。然后第二份礼物就是你送给孩子的礼物，你要给他送什么？你要给他送基金、送信托、送房子、送什么东西？那是你给他送的礼物，这个就是我的第二份礼物，对吧？有了你，我的人生就是各种顺风顺水，很幸运，是不是？这样子的话，那人家跟你处的舒服，愉愉快快的，开开心心的，他什么东西有他就给你呗，那拿的证明干嘛呢？对不对？还不是要花。来，没有关注的宝子左上点个关注啊！是的，如果觉得我们的直播间里的故事，觉得哎呀哪有这么多有米的，肯定都是编故事，没关系，那就是编故事，对不对？你就是你看它是什么，它就是什么，千万不要跟自己拧巴，对吧？你认为直播间的故事就是编的，那么这些故事就是编的，对不对？这样的话是不是就开心了很多？千万不要跟自己过不去，不要觉得说哎呀这些故事一听就是编的，哪有这么好的事儿，然后就自己在那愤愤不平，没太大必要。没太大必要，对吧？本来就是看个直播，咱们就是轻轻松松、快快乐乐、开开心心，是不是？哎，听个乐子就好了。有问题的上来解决问题，没问题的就坐在下面听个乐子，多开心呢，对吧？
来下一个来，对吧？哎，这故事多好听呢，是吧？要编呢，费蛮大个劲编来，对吧？你说你要出去看个话剧，看个啥的，是不是还得买个挺贵的门票？你在这儿坐着，对吧？啥也不用搞，哎，最多让你送个小心心，你就在这听半天，你说你开不开心？下一个是谁啊？今天可以连麦呀，今天送4000个币就可以上排队啊，就可以排队，还可以连，一般到8点半可能就连不上了。Hello， 喂，你好。哎，你好，你说。哎，菊你好，是这样的，就是我说一下我的情况，就是我的诉求就是，我26岁，然后我今年就是想结婚。然后我就是其实一直相了很多个亲，但是这个可以词是不能讲的啊。对，不好意思，就是我就一直在就是尝试努力，然后我的工作是在体制内，就是所以然后我也今年提拔了，然后所以条件是还不错了，然后我爸妈家里其实也都还可以，然后我现在就是遇到一个男的，他扯过快乐证，然后他和他上一个就是扯快乐证的那个女的，他们结的时候是我爸给证婚的，然后我现在就是特别的喜欢这个男生，我就上了头，然后我夏天给他表白过一次，他给我拒绝了，他说我们不合适，然后今年冬天我不知道我哪个筋抽了，我过年回家的时候我就疯狂追他。然后他喝酒，就每天陪着他，然后有一天，然后我就给他，然后他身边所有人都知道我喜欢他，也知道我喜欢他，然后他昨天晚上就一直在跟我说，他说我们不合适，他今天他就态度特别差，我就哭着走了从他家，然后他们家就特别有钱，就比我们家还有钱很多很多，他本人在给他爸妈家的公司帮忙，这样他们做房地产的，他在帮忙，然后就是他从外形上真的巨帅，然后人就是然后他们家又特别有钱，他又特别有上进心，然后他今天下午的时候给我发了消息，他说就是我知道你很喜欢我，昨天我态度不好，对不起，是我自己的生活一团糟，是我配不上你，他说以后你就拿我当一个好哥哥吧。但是我真的我不行，我就是要跟他在一起，我还有办法吗？哎呀我的妈呀，你擦一下口水。不好意思，确实有点流出来了，你搞什么啊？不是你，就是我觉得就是我跟直播间别的姐妹比起来，她们就要搞钱搞什么，但是我自己就是工作很好，就是确实工作挺好的，然后就是家里就是特别大的钱没有，但是小钱是不缺的。我跟你说吧，你就把绿茶那套拿出来就好啦。然后他就是过年我回家5天，我3天在他们家睡的，但是没有发生那个。哪睡的呀？他们家没有人，他一个人住，他那啥之后就一个人住嘛。然后他在一个 bed 上面吗？一个 bed 上面吗？对，但是就是第一天就是你就赖在人家家里啊？你不是赖吧？他带我去的，剧看多了，他带我去的。他说，那你就跟我回家吧。我说行。然后那他是喜欢你的呀。对，他今天他昨天晚上给我说，我说你喜欢我吗？因为那个时候我已经在哭了，我就哭的他喝多了，但我还是在哭，我就一直在哭。我说你到底喜不喜欢？他说我喜欢。他说喜欢能干什么？他说我现在配不上你。他说我自己的生活一团糟。他说我什么都没有。我心里在想，你家那么有钱，你什么都没有，你在说什么这么大呢？然后他可能就想自己干点什么，他觉得自己的事业不行，然后他老觉得他扯过快乐证配不上我，但是我真的我就是喜欢他，而且我觉得他配得上我，我自己觉得他配得上。哎呀，你行了吧？你歇会儿行不行啊？你先下头，我跟你说，你这个状态就搞不定，你要不你就1v1吧？为什么呢？这男的挺喜欢你的呀，都没有难度了，其实。然后我们在一个 bed 上的时候，他就是其实我之前那个过，然后他突然说，他说你不会是就是first 这样？我当时有点尴尬，其实我不是，但是我不知道我说什么。他都这么问了，我只能说我以前有尝试过，但是我不知道成功了没。然后他就我不知道他开心还是不开心，然后他就后面就没有再碰我了。他后面就没有再碰我，然后我们就后面2次就是睡了，但是就是亲热了一下，但是没有那个。你这琢磨个啥呀？这男的问我就是想结婚，然后我觉得我这么尝试说话，你到底想干嘛？
你就这样表现吧，你干嘛呀你？你每天吃活着活了的，你能干啥呀？你这个状态你能干什么？你说的对，跟个神经病一样的，你干什么呀？要不你就直接就强迫好不好？强迫，你这都来不及了吗？这来不及了，你这已经我强迫不了。哦，你也知道，你干嘛呀？女孩子你能不能淡定一点啊？你这样不淡定的话，你搞不定的呀。你怎么搞得定？因为本来那男的对你挺感兴趣的，你这个样子一搞，那男的蛮害怕呀。他就怕你回头就跟个那个像连那个叫什么狗皮膏药似的甩也甩不脱。那人家肯定就不想给你机会了呀。起码你得让别人觉得你是一个能开始还能结束的人，不管你想不想结束，但起码你得给别人感觉你还能开始能结束吧。你不能给别人感觉这女的一上来那给我身上这狗皮膏药给我一粘，给我粘死了，再一脱就是一层皮，你给人这种感觉，人谁敢跟你好啊？你说的对。然后反正我就是然后我爸妈那边又在给我介绍新的那啥嘛，然后我也就是就是冷静下来去见，但是我心里就老觉得就是这个男生就是我现在能遇到的就是情况最好的。你就攻他就好了，不需要。我跟你说，你就这么攻他就好了。你都每天跑到人家家里去了，还能有多大个问题啊？问题不大好吗？那他老说他配不上我，我就觉得他没有配不上我。然后他可能就是上一段关系中受到了伤害，他在上段关系中受到伤，他老觉得自己就是苦大仇深的。我老觉得你有啥苦大仇深？你一个男的，这男的能量低，他不是能量很高，能量不是很高，没有你想的那么优秀，好吧？你现在你越是把他捧成这个样子的话，你就越是搞不定。你说的好像很有道理，对。就正常一点就好了，你每天跟他相处就正常一点好了，不管他怎么样，你就是反正我是喜欢你的，你知道就行了，咱们慢慢相处呗。什么时候你喜欢上我了，什么时候你愿意跟我谈恋爱了再说呗。但是我们就可以每天在一起啊，我每天找你啊，每天相处啊。他有点逃着我，就他有点避着我那样，就是可能避哪儿去了？遇到一张上，他这是避的蛮好，然后多少有点特异功能，肯定是会隐身，肯定是会隐身。他下午给我发完消息，他就说他以后还是我的好哥哥。之后我就给他也回了个，我说不好意思，是我不好，昨天晚上逼着你了。我说就是事在人为，我说你的生活你自己好好过，我也会继续好好工作，好好生活。然后我说，然后就这样，然后就没有再说了，因为我们就是大概有40分钟车程这样嘛，就是开车40分钟这样，当然也很近，但是在我们这边小城市来说我就不知道我接下来每周回去找他，还是1周回去2次，我可以去找他。你说了这个话搞得自己很被动，你知道吧？你最后这个话说的很被动。就感觉你就放弃了呗，这意思。你这说的这个话的意思就是放弃了呀。但是我心里就根本不想放弃，但是我怕我给他太大压力了。你这个话说的就稀巴烂，就要一个稀巴烂。所以我就跟你们讲，你们要1v1就早点1v1，真的别说些稀巴烂的这些话，听着都着急。感觉你自己，哎呀，那就算了吧，那就这样吧。那人家的想法就是，好，那这个事儿处理好了，不用再搞了。那你再找人家，人家说，哎，这女的怎么他妈出尔反尔，这么反复啊？我觉得你这个状态，你先不要找他吧。我觉得你先把自己经营吧，你把自己先经营吧，经营好看一点，朋友圈方方面面的打造的好一点，对吧？起码来讲的话，你让人家觉得，哎，其实他的整个状态还是蛮好的。下次见面了，有机会再就是正常的，在一个舒适的一个状态下面，对吧？你再去撩一下或者干什么，再重新看反应，我觉得是这样。行，那我就先放一放，我自己也再缓一缓。对，下头吧你，我真服了。行，那我后面，因为我现在就是我自己在体制内，然后体制内你知道就挣不到多少米，然后我就老想找一个做生意的，就是老想找一个做生意的这样。然后我爸因为他也做生意，但是他，哎，我就感觉我就是找这个对象遇到了瓶颈期，因为我们这边小城市5线小城市，我真的感觉就遇到了瓶颈期，我不知道再怎么去找优质的男生了。我感觉我把所有的男的都见遍了，
我有一种真的瓶颈期，我感觉我遇到了天花板了，所以我就很那没办法，你们非要在5线城市里面找的话，它只能再慢慢再筛了，那只能。就是这样的呀，这就是你们小城市会遇到的问题，这是实打实的会眼前的问题，这没办法。因为每次我去哪儿，我的条件其实都特别拿得出手，不管我家里的还是我自身的。然后，但是我老是看不上别人，然后次数多了之后，我自己也有点烦了。然后我抓了他，我就感觉我像抓到了救命稻草一样，然后就再多看一看吧，还是再多看一看吧。主要是这段时间你跟这个男的，你也不可能再进攻了，你昨天这个事儿搞得就没有进攻的由头了，你还是先看一看吧。对，我就是没有办法我感觉我已经把我做拉满了，我没办法再粘，就感觉像舔狗了，就感觉还是得先放一放。再去找一找吧，这个没有办法，没有解决方案，好吧？行，好，谢谢，拜拜。你小地方的环境就是这样的嘛，你就是一遍又一遍的找。我不是跟你们说了的吗？我们导师都是一天见3个，找200多个后备选手，一天见3个，这么筛，没办法，一轮一轮的筛，这不是正过年吗？赶紧把那些外地回来的赶快再筛一遍吧，没办法，小地方就是这样的，还有那些有婚史的男的。什么长得帅呀，什么家里条件好呀，干嘛的？你一上来呀，把他啪的跟个什么一样，不好，知道吧？不好，一定要有一个状态。你那个状态就是说，我是挺喜欢你的呀，我是觉得你挺好的呀，但是我还要观察你呀，要有这个状态。就是我一边对你示好，对吧？我也一边每天找你啊或者干嘛的都可以，但是我给你的感觉要是什么？是我是在通过主动接触你来观察你，我是通过主动接触你来了解你更多，再看你吻不吻合我的框架。你要把这个主动性拿出来，一上来就是把自己搞个低姿态，别人就真的觉得说，哎呦，看来我的条件可真好。虽然我有过婚史，但是我放出去，妈呀，那女人那些女孩，哎呀，都屁颠偏颠围着我，是不是？她会有这种感觉，不能这样，还是要让她觉得你在观察她，你在筛选她，知道吗？我热情的筛选你，热情主动的筛选你，是这个意思啊。哎，大家没有关注的宝子左上点个关注啊！没有加入粉丝团加个粉丝团，还没有看过金贵的关系，没有进过金贵的社群的宝宝们，或者是想找我们1v1的宝宝们，左上角头像点开到我们首页的粉丝群，小助理会在粉丝群里面跟你们给一个圈圈的入口。想要连麦的宝子也是一样的，要先去我们的圈圈看我们的连麦规则。要连麦的宝子送4000个币排队，今天还可以排吗？来，我们先连下一个来。这男的肯定是感兴趣的，100%感兴趣的，但是他有点害怕，他有点怕负责任，这个状态。Hello， 你好。Hello， 曲曲。你说。曲曲你好，我说一下我个人情况，我现在是24，然后在海外读研，然后家境一般，然后个人能力也一般。就是不是很能做独立女性，然后今天是想曲曲帮我分析一下，就是一个男生吧，我们是在一个某社交软件上认识的，然后他就是一上来就提出就是给4个每个月，然后但是我当时怕他钓鱼，我就没有全信，然后现在第一次见面是11月，然后第2次见面是1月，然后2个月吧，然后红包加上后来提的学费，他大概能给27个这个样子。然后但是就是他这个人就让我觉得很奇怪，就是他会情绪特别不稳定。就是比如说我回微信回得慢了，就晚1个半小时这个样子，然后他就会情绪就极不稳定，就是会比如说我们这一天晚上吃饭吃得特别好，聊得也很好，然后因为提2次学费他都后撤了。第一次的时候就是我们吃饭吃得很好，聊得也很好，然后他也说没有问题，然后当天晚上回家的时候，我可能就回微信晚了1个半小时，然后他整个人就发脾气生气，然后说不想再联系了。然后第2次也是同样的情况，然后紧接着第3次的时候是他自己主动提出来说
给我这个钱，然后怎么样的，然后他又回头找我，然后但是他还是很奇怪，就是我只要回微信慢了，他就会跑来质问我，就说就是大概就是说能不能稍微知道你昨天是下午就睡觉了吗？然后就经常会跑来质问这些问题，然后就是我想知道，就是这个男生他能不能付出大额的？他已经拿了27了，是不是？已经拿了，然后我们只见过2次。能付出肯定是能付出的，能付出肯定是能付出的，但是显然这个就是一个控制狂嘛。那就是一定要听他的，他才会付出更多，是吗？当然了。就要给足他，因为我其实我就是还有时候挺小脾气，就比如第1次、第2次的时候，就他就是跑来质问我，我也很生气，然后我就还跟他说，我就说你什么都没付出，然后你就来要求我来，我说你就不要骗我，年纪小，然后我也生气，就不跟他说话了，然后他过了1周，然后自己主动给我打电话，说看我可怜，说把这个学费帮我交了。对啊，就是我可能说我也没有顺着他反过头来要。不是这个逻辑，不是，他是为了这一次告诉你，你听话我能给，不是不能给，你不要说我不付出就怎么着你，我现在付出了可以要求你了吧，他是这个意思。那就还是要听话。对，这种就是这样的呀。他能够付出，但是他就是要你绝对的听话。还有就是像这种人，你得提前报备。比如说他给你发什么东西，你要是不回，你要是有事，你得提前跟他说，你说我现在要干嘛干嘛，我现在要干嘛干嘛，要这样。你不要等着他来问你，等着他来问你就已经毛了。要自己主动提前说我要干嘛干嘛。对，要顺着他。对。那其实你觉得就是他付出这些之后，那会不会因为他后来给我打电话说的时候，他因为说觉得我不是很喜欢，因为我确实对他不是很主动，然后他就说那个不想我就是因为钱跟他在一起啊什么的，然后说不想因为经济原因勉强跟他在一起，他说这个学费只是他帮我而已，然后那个他是在等我主动吗？还是说过后他还能再付出吗？就我没明白他为什么要说这样的话。他为什么要说这样的话？他要的就是你要喜欢他，而不是你只是为了你跟他在一起。这个事情很难理解吗？就是要表现得更喜欢他。对啊。那谁愿意？你就是冲着我的米来的，你就是只跟我谈米，谁愿意搞这样的事情啊？这个是还要装的更喜欢他一点，但他有时候真的很讨厌，就不回消息他就跑来质问。那就换个人呗，伺候不了就换一个，逻辑简不简单？然后就还是要人家是花米的，人家是客户，人家是甲方，人家是话语权的掌控者，人家是制定规则的，你不能够迎合他这个规则，你就换一个，对不对？人家总有能迎合他的规则的人，他就是要找那个能迎合他的规则的人，清晰吗？明白了。他说了27个你不用有负担，他说了意思就是说这是我帮你的，你不用有负担，你不用觉得说我给了你27个你就怎么样，他是这个意思。他的意思就是说，你就算现在不跟我来往，我也不会要的，你不用有心理压力，他是这个意思。那其实那就是我要怎么就是他还能再付出吗？还是说我现在就是要主动去扑他？他的付出很简单，就是你给他他想要的，他就能付出；你给他想要的，然后你开口，他就能付出，就这样。你听话懂事，然后随时报备，随叫随到，然后呢你能够就是在他开心你开口，这个事儿就 OK， 就是这个意思，非常简单的一个逻辑。那如果说我现在就是说想跟他，因为我们现在不属于在一起，然后也没有确认关系，也没有发生任何关系，如果说想进一步发展，想让他那要再提付出吗？还是说要在一起之后再提啊？他有说要现在就要跟你在一起吗？没有。对呀，那你琢磨啥呢？你就跟那些女主播一样的，那男的当情怀大哥，他们不愿意，非要把那个男的摁着当男朋友，那不是有毛病？这个男的他现在都没有提出这个事儿，你琢磨这个事儿干什么呢？
我就要一直在等他提，是不是？你就只需要提你的诉求，你跟他报备，对吧？给情绪价值，然后提你的物质诉求就好了。他什么时候想往下推进关系，你就推呗；他不想推进关系，你就白拿呗，就这意思呗。我不用主动，就等他主动推进。当然了，为什么这种事情干嘛要你主动？他也不是一个需要你主动的人。这男的他是一个，我告诉你，控制狂，他是不需要你主动的，知道吗？他决定你们俩是什么关系。他会告诉你的。好的。其实我现在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其实我现在其实有一个在一起的男朋友，然后这个是个小问题，就是我之前就是把他的卡绑在我的手机上，但是吧，我就不知道怎么用这个卡，就我就觉得不敢花太大额的，然后小额的我又觉得钱怕太 low， 就是我要用这个卡吗？你花了再说呗，你花了看他啥反应，没反应接着花，有反应少花点是不是这个概念？你们什么东西别人讲一个试水叫 test water， 知道吧？你不试水你哪知道能不能花呢？你哪知道你花了他到底是真心想给你花还是不想给你花呢？你花了不就知道了？我之前有几次花了小额的，然后他就跑来问我说这个钱是不是你花的，你用这钱干嘛了？然后我有的时候用买衣服花大额的，但是也给他买，然后他就也不问。那就是啊，那就是只要那就你不是找着路径了吗？你跟他一起买他就不问了，下次买什么就跟他一块儿买呗，把他的一份一起买了呗，对不对？自己也花，给他也花，就这样花呗。他啥时候再说，你说，哎，你说你到底让给我花多少？你跟我说个明数好吧？你说别一下子又让花，一下子不让花的，我到底该花不该花呀？是不是？你说给个卡我别当个摆设，你直接跟我说个明数，我觉得花多少合适啊？你就问问呗。你先做对吧？做了以后，他要是说他要搞你或要说你干嘛，你就问他就好了呀。先试水，然后他然后再去试探他的底线在哪里，是吧？对啊。然后其实最后一个问题就是，就有时候遇到一些男生就感觉男生就会有爱吹牛的嘛，但是有些就吹的就是一听就很假，然后也不着边际。遇到这种情况要怎么办呀？你这有啥怎么办的？微笑，这还要怎么办？微笑不回复哇，好，就这样啊？你要怎么样呢？明白了，学会了，谢谢琪琪。好，就这样啊，拜拜。拜拜。哇塞，哇，真的吗？哇，开眼，今天失眠了，厉害，就这样啊，还要怎么样呢？别人吹牛你不让人吹吗？让他吹啊！你们要干嘛呢？你们要戳穿别人吗？那个愉快的夜晚就没有了，不要戳穿别人，干嘛要戳穿别人啊？你们不要那个钢筋混凝土那个劲儿上来了是吧？别人吹个牛你就那样不好吧？别吹牛，你吹啥牛逼啊？不是喝多了？这样不好吧？这样愉快的夜晚就结束了。咱们怎么着就是说当个氛围组也可以吧？是不是可以当个氛围组？我觉得氛围组还是可以当一下的，是吧？反正这男的又不是你男朋友，你管他那么多干嘛呢？对不对？再说了，爱吹牛逼的男的你更容易给他架上去，是不是？那个牛都不吹的男的呀，你还不好把他架上去。你说他天天把自己都说的哎呀苦哈哈的，你哪还好意思要他付出啊？他要是天天吹牛说，我告诉你，我给我前任都花1000万，那你这个时候是可以，那你这个时候不是啊？那当你的女朋友不是特别好呀？那我都没有那么大的胃口，你要是给我花500万，我就嫁给你，对不对？他吹牛逼又不影响你，他吹他的，你借势上坡，多好多开心，对吧？这也琢磨，这有啥好琢磨的？人吹呗。500万就嫁了，对呀，只要500万到账，明天我就跟你去领证，对吧？婚礼我都不用办的，我就跟你去旅行结婚，我
我就要相夫教子了，我就不想花那冤枉钱，对不对？你500万到位了，我都不想花那冤枉钱，还办什么婚礼啊？那穷亲戚有啥好联系的呀？我就跟你2个人旅行结婚，花呗，对吧？大家没有关注的宝子左上点个关注啊！没有加入粉丝团加个粉丝团。没有看过金贵的关系，没有进过金贵的社群的宝宝，左上角头像点开到我们首页的粉丝群，小助理会在粉丝群里面给你们给个圈圈的入口，在圈圈里面可以找到金贵的关系，可以找到我们的联系方式，也可以看到完整的连麦规则。我们每周直播3场，周2、周6早上10点到下午2点，周4晚上6点到晚上10点。来下一个来，这个衣服是 N 年前的款，Kenzo 的。Hello， 你好。你好，我觉得这个还有点特别。你好，这件衣服，哎呀，这蹦迪呢？哎，蹦迪呢这？这不行啊，这听不见啊。来下一个，好鼻子好痒。Hello， 你好。OK， 哎，你好，我的天哪，是我不知道。稍等一下，我找一个安静的地方。哎，曲曲你好。好紧张啊！是这样，那个我在社交平台认识的人是围城内的。然后他做那个出口的生意，然后北京的话大概有3套大平米的房子，在海南有车有房，然后就是我们是口罩，就是年前的口罩爆发前认识的，调整一下啊，然后那个年前他回来我们见了一面，然后聊得还可以，感觉也不错，然后口罩放开之后吧，然后我就去了云南。然后旅游，只转了一个几千块钱的一个说是路费，然后说是新年准备了一个1万多的化妆品吧，然后过一段时间的话他会回来，就过几天他就会回来，然后期间我们聊天的话就聊得比较过，然后就是我觉得这趟回来肯定得发生点什么。所以我想问一下，发生个毛啊？为啥肯定要发生点什么？发生个毛线发生，动不动就要肯定要发生点什么？怎么来？会不会被火烧了？真是，因为聊天的时候就比较就是聊得比较过分露骨，所以呢，我就是喜欢嘴还不行吗？那我用一个什么理由就是婉拒呢？啊，太快了，这还要啊？然后还有一个故事，就是过年的时候，他不是聊天说是到处送礼吗？我说我也是想要礼物，然后我现在就想要。我说我看不见你人，也没有什么安全感吧，就是这意思。然后我选了一个不到2万的包，他就没回信儿，没回信儿我就想到，我的妈呀，拉黑吧，拉黑。我觉得他是挺认真的，拉黑吧，搞毛啊！你跟他聊个毛啊！你跟他聊那些露骨的东西，你还不如去上个付费网站去跟别人聊，别人还按时计费，神经病啊！真的是。现在不是没有其他更好的客户吗？你再找一找啊！你这不是网上找的吗？网上的人多得很。是的。但是感觉的话，就是他做事还挺认真的，然后对自己的员工啊，包括是对家里人、家庭都特别负责。还想再试一把。除了1万多的包不回信，别的都很好。他说那个什么年后说给我补偿，因为他过几天就要回来了，我想看一下他是什么表现。能有什么表现？你们那有什么专卖店？你说给我听听。我在1线城市嘛，北京很多。北京你开这种1万多的口，你不觉得有点开1万多的包，你不觉得有点 low 吗？咱们要搞个小箱行不行？好歹上个小箱行不行啊？也第一次遇见这种那个，直接带去就完了咋？不买就可以拜拜了咋？对不对？很简单啊！你要干啥呀？你还在1线城市，这种人能干嘛呀？
屁，搞个毛线呐！甜品都吃不起的，就他这出手。因为是这样，他就是因为我的关系吧，我也是围城内的，然后因为我是就是种种原因吧，就是想扯这个快乐证，然后我想那个近期要租个房子，我想能不能试试让他给我交一个房租的1年的费用，让他1年的。最少1年的，对，我也是这么想的。直接就跟他说，你说你要当我男朋友的话，你就给我交1年的房租，我就跟你谈恋爱就好了。我觉得他有这个意向，因为他说让我房子租在离我上班近，然后离他单位也近的一个地方。他有没有看到米就 OK 好吗？有没有看到米？是说就是他这次回来会提这个事儿，主动提这个。你提米到账就 OK。好，拜拜。因为他想让我把房子租在那个他单位，就是离他比较方便，然后离我们单位方便。但是我想的是离那个就是前边这个家就方便，因为还有个小孩嘛，就想着照看孩子比较方便一些。就我应该怎么说呢？不用说呀。你就直接说我现在看的房子大概多少米1个月，你现在给我转了1年的房租，我就去看，按你的要求看。他给你转个毛？是租房子是我提出来的。掰呀，你这。因为是我的主诉求，不是他的。什么意思啊？谁的主诉求？你找这个男的不是想花米的吗？你想干嘛的呢？是的，那不就结了吗？你什么主诉求呀？你不这就是你的主诉求？你什么主诉求？是我要租房子，是我的主诉求。对呀，用这个开口啊，拿米呀，看到东西才就往下呀。行吧。是哪个点没懂？懂了，没有那么的自信呢，怎么办？这就是个稀巴烂，你有啥好不自信的呀？他给你什么了你就不自信啊？没啥，真的没什么呀。他说过2天回来，他说会补偿我就看他表现吧。补偿，好，补偿你个3000块钱的事情。好，好的，谢谢。天天就来回倒，来回就是他说他会补偿我，他说会补偿我，但是他会补偿我，啥叫补偿你啊？请你吃串冰糖葫芦，你们真行。他说他会补偿我，是的，他为啥你都开口了1万多的包，他为什么不直接用你想要的那个包补偿你呢？ Tell me 为什么呢？你开的那个口又不大咯，对不对？为什么那个1万多的包他不回你呢？这个1万多的包觉得补偿你的话，他觉得分量不够吗？他觉得后面要加个0吗？他觉得你开的口要太小了，他要自己往上加码吗？什么意思嘛？补偿我，补偿你个大头，补偿！真是的，我搞不懂了你们。哎呀，1万多，人家都不回信息了，你还琢磨啥呀？你还指望他搞个什么比这更大的补偿给你啊？哎，来，没点关注的点个关注啊！我干嘛？我跟你们讲，你们不要看我在这凶，这要不是我的话，真的别的主播就跟你掰扯不明白，知道吗？人家就跟你掰扯不明白，人家在听你在那呼，跟你一样的，跟脑子越搅越糊，天天被你们带节奏，对，天天跟你们聊个天都被你们带节奏，都被别的主播听你一讲，哎呀，好像是这么个事儿，那你再等等呗，那你再看看呗，看他到时候怎么做呗。我不得先把这个人是个什么情况我得给你说明白，你不要提高你的预期，这个是重点。提高了预期之后，最后就容易被白批，知道吗？因为他老在给你画饼，你老在信他画的那个饼，然后老是再等等看吧，我们再看一看吧。哎，我说不定跟他见面了他会付出，我说不定跟他发生什么了他会付出，我说不定跟他把娃生了他会付出。你们天天就说不定，你们就是走这个路子的，知道吧？你到别的主播那都很容易被人带节奏，那主播都被你带节奏，就听着哎呀是的哦，再往下看一看，对吧？那别人有可能一上来就付出嘛，人家还最后还被你带节奏了。
我得跟你说明白，知道吧？1万多都给你不回信息的人，你还指望他什么？哎，房子租哪儿啊？租这儿还租那儿？哎，我们俩以后生个娃姓啥呀？考虑这个问题，好不好？哎，我们过年是去他家过还是到我家过？你们要考虑这个问题。你说我以后跟我老公扯快了认了，他会跟我结婚，他要给我多少彩礼啊？你考虑这个问题，好不好？脑子就这么大，想的倒不少。大家没关注的宝，左上角点个关注啊！没有加入粉丝团，加个粉丝团。下一个，下一个。Hello， 你好。Hello， 你好。Hello。我告诉你，这种男的极有可能会买 A 货，好吧？你这个留言留的蛮好，这种男的很有可能会买 A 货糊弄。Hello， 你好，你说。哦，你现在听得到我声音吗？听得到，你说。我现在呢是19岁，我学历非常低，然后家庭背景就是小康，然后我已经出社会应该有3、4年了。你接着说呀，说快一点。然后我是颜值比较出众，然后身高，但是我身高比较矮。然后我现在就是没有特别稳定的工作啊这些的。然后我想问一下你，我现在应该怎么？就感觉我现在的牌非常烂，我想问一下你怎么把这组牌打好一点？什么？你遇到什么事儿了吗？还是怎么样？就是我想问一下，就是我现在非常迷茫，你知道吧？19岁。对。3年。3、4年吧。挣多少？现在没有怎么赚钱。几线城市？我现在来杭州有半年多了。半年多你不赚钱，你在干啥嘞？有赚钱，但是我觉得不多。这就是，我觉得做什么东西赚的？我之前有自己开一家店在2线城市，然后后面我关了，然后后面我就来1线了。我说你在杭州待着，你赚钱没？来杭州还没有，来杭州就是刚找到工作，1个月工资也就1万块钱而已。找的什么工作？是做自媒体这一块的。自媒体你自己做吗？我是跟着别人做的，就是在公司里面。什么意思？说清楚。我在公司里面就是给做助理的，给主播做助理。你长得漂亮，19岁，你为什么不尝试自己播呢？就是做不起来。现在我之前有尝试过播，然后没有播起来。你播了多长时间没播起来？几个月吧，4个月差不多。你4个月播不起来，4个月没收入，直播一直都没收入。对，我之前是做短视频的，有去签过公司，然后做那个短视频没有做成。我让你做主播，没让你做短视频。做余播吗？对，做过吗？余播我没做过，但是我做过彩妆的，因为我之前是化妆师。彩妆直播吗？所以说你是化妆师是吧？我觉得是这样啊，你也没读啥书，你现在呢，你现在跟的这个主播是大主播吗？是，他是，还算是几百万的那种。那你就跟大主播把能学的东西都学明白，你给自己一个时间，比如说你首先看跟着他能不能挣到米。比如说你如果跟着他本身你的米就能上升，那就没问题了，对不对？就算米不能上升，但是这个大主播他肯定能够把这个里边的很多道你都能看明白。如果是挣不到米的情况下，你就给自己一个比如说2年的学习时间。2年学习时间以后，然后你再出去干，去找更高的平台，或者说自己再去做号。那我想问一下说，就是我如果现在回去读书，我现在是有想去提升学历的，因为我自己是非常清楚，我除了年轻美貌，然后我就没有更多的价值了。然后我是有看你说去读那个什么 MBA， 然后我就想读不了，那时候你读不了因为你出社会出得很早嘛，相当于是你原来是高中是吧？对，高中我就没读了。那你读不了这个东西，
你至少得有一个，你至少得读一个，哪怕你读个水或本科，你也得读一个，要不然得先读个本科，因为 MBA 它是属于硕士了，知道吗？那我现在我是想着今年就去读一读本科，因为真的是没有搞到什么钱，没有赚到什么钱。我其实倒是建议啊，你就跟着这个主播好好先干，我是这么认为的。因为你已经出社会了，你16岁就已经出社会了。你现在，我相信你也不是个什么很爱学习的人，很会学习的人。在读书这件事情上面，你说实话，你是一个失败的人。在读书这件事情上，你并不是一个在读书这件事情上出成绩的人。你现在去读一个本科，你也只是读一个水本，或者说读一个业大，对吧？就说本质上来讲，这个东西能够教给你的知识和那个文凭给你带来的价值，其实非常有限。但是你要投入这个时间，你的时间投入到这个事情里面，那必然你在别的机会上面，你的精力就会变少。所以以你现在的状态来说，我觉得你能跟住一个大主播，能够把别人的技术学过来，这个对你来说肯定是最有价值的。你原来是学化妆的，本身走彩妆这条赛道，无论是做主播还是带货，它都是利润很丰厚的。你不如把这个点打穿，你可能还容易挣到很多的米。但是你就是读书干嘛的，你也读不出来个啥。你觉得读那种水本的话，它读的有意义吗？我说了呀，我已经告诉你了呀，我刚刚。没有意义是吗？对于现在的你来说没有太大意义。我觉得我可以我愿意通过任何方式去赚到这个米，然后哪怕是通过男人啊，任何捷径，我觉得。那你就白天跟主播干，晚上去111呗。那有什么平台呢？就是能接触到。我不是告诉你了吗？晚上你就去，我刚刚都把那个地址都告诉你了。那还有啥平台啊？那是177吗？对呀，你就去那儿呗。那边很多吗？对呀。然后我觉得这个工作的话，它是没有非常多的那种，就是没有非常多的发展空间，因为它是属于那种做豪车的。然后，我觉得这个很难复制。他这个主播，我对你的最大的建议就是看明白自己几斤几两，不要好高骛远。你什么东西都不可能一口吃成一个胖子。你能跟住一个大主播，他能学的东西多了，他是一个思维的问题。是一个整体的思维逻辑的问题，不是说你要去复制它，而是你得知道别人的商业模式、商业思维是什么。这个比你去读个水大有意义。好。然后我就想再问一个啊，就是如果说是男生的话，他怎么去？就是说，我好紧张，怎么就他们打嘴炮什么的，就怎么去最大化的把它弄成实在的东西。小姐啊，你好好工作，好好挣米，知道吧？你要真的去夜场上班了，遇到大哥了，大哥不把米弄出来都不跟，这个原则就很简单，不用听什么怎么应对，不用应对，也不用听。他要搞定你，他自己是自然而然会问你要账号，自然会到位，懂了吗？把主要精力放在怎么学习自媒体，怎么最终能够把这个东西变成自己的认知翅膀，这个是最重要的，好吗？好。还有问题吗？没有了，谢谢，拜拜。不爱学习的人本来就容易出现这个问题。什么东西就是因为他会半途而废，知道吧？不爱学习的人，你知道为什么？其实我觉得学习真的不是为了考学，不是为了说我一定要上一个什么。但是真正我告诉你们，我观察了啊，那些真的其实现在很成功的一些大佬，基本上还都是学习非常好的，不是像大家看到的那些所谓能挣到米的啊，没读过书的人，他挣的都是小米。绝大部分能挣到大米的
大佬其实都还是很会读书的人。核心在于什么呢？核心在于他在这个读书的过程当中，他养成了一种精力聚焦的习惯，就是他在学习的过程当中，他能够让自己把所有的精力投入到这件事情上，所以他在这个点位上就能出结果。然后他在未来在这个社会上，他去做任何一件事情的时候，他的精力就会聚焦。你就是做着做不下去就不想干了，做着到一半，哎呀，别人去搞男的去了，哎，我去搞男的去了，是吧？哎呀，我搞到一半，别人去玩去了，我去玩去了，是不是这概念？因为你会觉得你老是注意力不集中。你们有没有觉得自己为什么总觉得，哎，我看什么东西，我看着看着怎么思维就涣散了，对吧？我看个电视剧，看着我思维也涣散，我读个书，我读着脑子就飞了。是不是？我想写个东西，哎，写卡壳了，哎呀，算了，出去玩去了，哎呀，再刷个剧吧，哎，写到一半，哎呀，我再把那个视频拿出来刷一下，这是为什么？这是因为你从小到大就没有养成精力聚焦的习惯，明白吧？所以说，为什么说他读书他已经读成这样了，他就是一个精力不聚焦的人。所以他才会在那么早的时候他就放弃了学业，然后呢，他在后面为什么他自己做事又没做出来，也没有说赚很多米，对吧？这就是这样的，他是没有这个能力去让自己 focus 在这个事情上面。你看他跟我聊，我跟他讲，哎，你去跟这个主播干嘛，他就开始聊，哎，我可以，我哪怕通过男人，我哪怕通过干嘛呢？其实本质上他表达这个东西是在表达什么？表达的就是，哎呀，我觉得做那个事儿我又不一定做得出来，我能不能去走个捷径，对吧？他其实是在表达这个东西，但实际上他走捷径，他也没有这个圈子啊，过去也没有遇到这样的人，没有这样的平台，没有这样的圈子，怎么这个神经就搭到这儿来了呢？因为他在靠想象，他觉得通过我的想象，我认为那条路更快，但实际上他真的在走那条路的时候，他又会遇到问题。遇到什么问题呢？搞大哥，我要示弱，我要给情绪价值，哎，我给到一半我又觉得累了，我又不想搞了，我还不如自己去挣呢，明白吗？你们就是走哪条路他都不聚焦，搞事情搞得不聚焦，搞大哥搞得不聚焦，搞大哥我让你以目标为导向，搞着不行，我不想要米了，我要人，不行，我不要米了，我要他扯快乐阵，啊，不行了，我舔得太累了，我要去工作了。就是这样的，懂了吧？涣散，永远都在涣散。没有关注的宝子左上点个关注啊！没有加入粉丝团加个粉丝团。没有看过金贵的关系，没有进过金贵的社群的宝宝，左上角头像点开到我们首页的粉丝群，小助理会在粉丝群里面给你们给个圈圈的入口。连麦今天排满了吗？连麦今天排满了没？应该还可以再送一下吧，送4000个币的礼物排队啊！来下一个，项链没有同款，乖。我这个项链不知道是不是孤品，孤品谈不上，但是肯定人家件数也不多。Hello， 你好。Hello， 你好。喂。哎，你说，哎，到我了。你说，女神好。我找个地儿。我现在就是有这样一个问题，我有一个认识了一个男生1个月，然后呢，我俩的情况是这样的，就是他的条件是，宝岛的那个，然后可能后面就是如果结婚的话，会给我很好的医疗资源，然后是清华的那个学历。但是硕，不是本，然后，职位是总监，应该年薪到50到100吧。然后他有口头结婚的意向，就是觉得他我觉得那边人挺会说的。哎，能听到我吗？感觉好卡住。sorry， 就是，很温柔，然后见面3次，1个月认识1个月，然后见了3次面，有请客。然后打专车，颜值低于我，然后其他的条件暂时不清楚。打专车是什么鬼？你怎么能把打专车这个事情也表达出来呢？就是，就是因为没什么可说的了。然后我的这边，他的这个条件就大概说完了。
然后我说这边是完了，你这个北京连麦有点浪费钱，咱再去多接触接触好不好？这哪到哪儿啊？这八字没一撇的，屁都看不着。哦，对，我还没说完。我这边的情况是，京沪，然后京房，颜值大概修图之后不到7吧，身材偏瘦，然后学历什么的都是留学211之类的，然后做的是财务，但是工作能力好像不是很强，不过也做的强度挺大的，就是事务所。现在我的问题就是，我们认识了1个月，就是这些简短的接触，包括打电话，然后他就想要就是发生那个，然后我觉得有点突然，有点快，虽然我也不是很拒绝吧，但是我觉得有点快，然后跟他说过，然后他的反应就是安慰，但是没有什么实质性的。其实我的目的是想要引导一些付出，但是我没提。因为我觉得这个太仓促了，本来就不应该呀。那我应该怎么就是把这个事情延后呢？我今天已经通过就是有一些冷落，因为他想来我家，小姐还想来你家，房都不想开，哎。哎呦我，你们怎么什么人你们都舍得花这400-500呀？你们也太大方了！这要是换我肯定舍不得连车卖。什么人你都舍得花这个米，这有啥好琢磨的呀？这不就是个网上出来约的嘛？那你觉得我觉得他的条件还是可以的。就出来约，有带着光环出来约。哎呦，我金贵的关系看没看？有这个米去，先去把金贵的关系看一看，好吧？好好学习一下，洗洗脑。什么脑子？看过了。那您觉得我应该，您觉得我应该怎么就是把这个他的这个诉求再往后抻一抻？拒绝就好了呀，不用抻。哎，我的妈呀！你们都是裹小脚长大的吗？女孩子对于自己的身体有绝对的决定权，我不想就是不想，我不需要找任何所谓的理由借口，明白吗？因为前面还有一件事儿，就是我们见第2次的时候，他就想要确定关系，然后我确实一顿引导他才说出这个话的，但是他说出来之后，我又开始就是搪塞，就有一点拒绝，然后他就生气了。因为我们当时在喝酒，不给就生气，你就让他滚就完了呀！你干嘛呀？不要被光环白批，小姐，你看了个什么？你看了个片段。因为我前面确实没有，就是找到这种段位类似的，啥段位呀？光环秀肌肉的满大街都是，好吧？就是找了个秀肌肉的呗，看了个秀光环秀肌肉的呗，那也不属于你，你觉得有什么用呢？你跟他批了也就批了，没有用的呀，批了也就不联系了，有个啥呢？所以我就是先拒绝，然后那我要不要引导付出呢？因为我已经就是用委婉的话就表达了一个我不太愿意。就是没到，但是他们没有，我是出来找男朋友的，我是出来找正经男朋友的，我不是出来约的。OK， 首先这是第1条，第2条，如果你想让我当你女朋友，你必须要有态度。什么态度？第一，你要追求我，追求的时长以及你的诚意都要到位。什么是诚意？你该有礼物要有礼物，你该有每天的问候要有每天的问候，你该跟我每天要聊多长时间天，你得聊。你上来如果就想跟我怎么着的话，你愿意找谁就找谁，懂吗？可是我已经答应，就是确定关系了。那又怎么样呢？这个嘴巴上确定关系，也不代表我就得跟你怎么着啊。那我们应该在多久以后就是可以发生这一步？就是这个跟时间该拿到没有关系，小姐，跟时间没有关系。如果他方方面面做的让你觉得舒服了，今天就不会有我们这场对话了。对，因为我确实觉得不舒服，不舒服就行了呀，这就是核心啊。可是我对不舒服，我就不跟你好，懂吗？我可不可以就是通过打电话就直接表达这个观点，就是不舒服？
我刚才给你表达的还不够直接，1、2、3我都给你列出来了，这就是我让你跟他说的话呀。那你觉得，老师，你觉得他这个情况还有必要继续本来就没挖掘下去？啥必要，我都觉得没啥必要，没有什么必要。但是问题是在于什么？问题在于你们段位太低了。这男的拿来练练手也没太大问题，但是你们真的段位太低了，就莫名其妙就对一个什么都没有的男的就被他的光环一下子就搞得自己贼上头。你们这个段位太低了，知道吧？我觉得你跟他聊一聊也问题不大，可以练个手，是这个意思。但是我不认为这个男人有价值，我认为他没有价值。对，他只是口头上说就是带你见家长啊，然后时间都安排好了，但是他从来没有说真的付出什么，然后我也没提。不用重复信息啊。哦，明白。那假如说我今天晚上说了这些话之后，他就，那就结果很明确了，对吧？那他如果继续呢？他如果给我付出了呢？那就再往下看吧。好好处。哎，对，我想问一下，那就是像这种软件上认识的，假如说大家已经确认关系了，有没有必要说提一下，咱们把软件撤了？还是说心照不宣的，大家都挂着？小姐，你多大呀？啊，经验不丰富。你多大呀？你告诉我。快30了。你没谈过恋爱呀？谈过。谈过几个？在网上挺多。都是网上谈的？那倒不是，前面都是现实生活中的。发生过的有几个？不少。然后呢？每次都被白批。我觉得不是特别的，就不是没有找到什么东西，没有很多实质性的，要不怎么会分手？那你就1v1去吧。但是这个对象有点不值，说实话。对他，因为他让我不舒服了，然后我也告诉他不舒服了，他还要继续坚持。然后呢，你们就感觉像是什么呢？只要是别人强迫你，你就必须服从似的。你们没有自己的主观能动性吗？我不能选择不服从，我不能选择不搭理。你让我不舒服了，我不能选择骂你一顿，我不能选择让你滚吗？为什么你让我不舒服了，我还犟着把这口东西咽下去呢？为什么呢？因为我现在确实是我接触的人里面，他算是光环比较亮的。这个因为是不成立的，这个因为是不成立的。他再好，他的好与你不发生关联。这个因为是什么呢？它就跟贴在墙上的一个偶像画报有什么区别呢？它跟电视剧里的那个男一号有什么区别呢？那个人再好，跟你有关系吗？那我怎么样表达才能保持这个朋友关系呢？因为他为啥要保持朋友关系啊？你们就是个网友，不需要保持朋友关系，他不会给你带来什么价值，你不用高估他。现在看来是这样。他唯一跟我相关的就是他是我的甲方的身份。所以有些东西，你们不是网上认识的吗？不，就是我们在现实生活中职业是他类似于我的甲方，虽然是网上认识。小姐，你真的你再这样下去，你会被别人白批到老的啊！我劝你下次遇到有点靠谱的对象，现实生活中认识的靠谱对象，我劝你1v1啊！你要不然会被人白批到老的，我跟你讲。思维严重，就是整个底层严重混乱，严重错误。好的，好吧，就这样啊。谢谢女神，谢谢女神，一切顺利。我们有客户真的40几岁了，他从20出头开始就找各种情感机构想要治愈自己，就是跟男的处不明白，结果外面的情感机构鱼龙混杂，稀巴烂，乱七八糟。他在外面花了好多米，走了好多弯路，一直个脑子就救不过来，也没有男的给他付出过什么。而且自己也还可以啊，自己还是体制内的小苹果，男的也没有给他付出什么，然后每次都遇到白批，每次都是这样，然后每次自己都很卑微，每次自己都很舔，然后每次最后男的什么都不付出，然后每次都找不到原因。然后后来他到我们这儿，他找到我们之后，我们的每一个，就我们团队里的每一个老师都服务过他。为什么呢？因为每一个老师服务完以后都觉得太痛苦了。他是从我这里开始的，是我第一个服务他的。我服务完了之后，后来我没有亲自再服务了，然后就找了我们团队其他老师。1号老师服务完了以后，然后就找2号老师，就每一个老师都服务完。但是你知道吗？就这个女生
在我们这里他的整个状态提升了特别多，特别多。虽然说啊，他把我们的能量消耗的有点厉害啊，有一说一，就是把我们的能量消耗的有点厉害。其实我们再去帮助这种就是已经被你是一张白纸，其实我倒好搞，知道吧？但是他这种呢，这里去问那里去问，这里去学那里去学，学的个乱七八糟了以后，再到我这来的，反而我就跟那个老房子呀，你要去把它拆了重建一样的那种感觉，反而它对于我们来说是一件非常消耗能量的事情。但是我们都是很负责很用心的，在一点一点的去矫正它，一点一点的去帮她。这个女生她现在的已经不用我们再继续帮助她了，她已经自己完完全全 OK 了。然后她跟我们打电话真的都是一直在哭，我真的不跟你们开玩笑，她就觉得我们救了她的命，她真的觉得我们救了她的命。她就跟这个女孩子有点像，知道吧？整个底层的严重混乱，永远都在卑微，就是你们是那种男人之上的那个状态。为什么我这么说呢？就不知道自己的权益是什么，你完全没有一个概念叫做我作为一个独立生命体，我的权益是什么？我在两性关系里头，我到底要做一个什么样的角色？我拥有拒绝的权利。我想推动一段关系，我可以主动推动一段关系；我想斩断一段关系，我可以主动斩断一段关系；我在这段关系里有不舒服的点，我可以主动提出，主动让你改变；我想从这段关系里获得什么，我可以主动的提出来让你付出，明白吗？当你让我不舒服的时候，我随时随地我可以走，我可以撤，我可以把你删了，我可以让你滚。你是一个独立的生命体，你不需要认为他优于你，他高于你，他领先于你，他没有，他再牛掰，他再好，他的好与你不发生关联，他在你这里唯一产生的感受就是让你不爽。这种人对你没有价值，没有意义，你不用去期待他，我再付出多一点他会不会怎么样，我再给他多一点他会不会怎么样，我再听话一点他会不会怎么样，我再顺从一点他会不会怎么样。不是这样的，人的主动权不是这样拿过来的，人的主动权是我要什么我就告诉你，你做到了我们下一步，你做不到我就退一步，这个才是你拿到主动权的方式，明白了吗？我是一切的本源，我要什么，我要干嘛，我要去哪里，我是谁，我从哪里来，我到哪里去，我天天吧。可是我已经跟他聊了这么久了，我都答应他了。其实这个本质说的是什么？他会生气，他会不高兴，我拒绝了他，他会后撤，他会觉得我这个女人不诚实，关我屁事啊！你爱咋想咋想，你爱高兴高兴，你爱不高兴不高兴，我还不高兴呢，我都没高兴，我凭啥让你高兴啊？是不是这个道理？人的一个独立意识到底是什么呢？人没有自己的独立意识，你就被谁都是牵着鼻子走。大家没有关注的宝宝，左上点个关注。需要找我们1v1的宝宝，好吧？左上角头像点开到我们首页的粉丝群，小助理会在粉丝群里面给你们给个圈圈入口。需要学习精卫的关系啊，学习我们的教科书的，需要进我们的社群的，需要与我们团队链接的，都是一样的。或者大家只是需要连麦，看我们的连麦规则，联系小助理也是一样的啊。左上角头像点开到我们首页粉丝群，小助理在粉丝群里面会给你们个圈圈入口。来下一个来。Hello， 你好。马上到我了，好了，先挂了啊，先挂了。我操，那我待会儿在车上。Hello。还好没做3蹦子。你好，我得重新给你发一份。你好。哎，你说。我是那个有一个你好，曲你好，就是我写了个稿子，有点紧张。就是我是刚加入那个金贵的一个新学员，然后今天是有一个情感选择的问题想咨询一下，然后我想就是因为我现在在那个曼谷的街头，所以可能有点吵。说快一点啊！不要浪费时间，来说快点。好的，我就先介绍一下我的基本盘。我今年是33岁，然后扯过一次快乐证，
没有小孩儿，然后一线城市有一个2套全款房，有一辆车，年收入25，然后属于6.5分吧，娇小甜美型，然后海归硕士，原生家庭是一个4线城市的公务员家庭，然后我现在面临一个2选1的问题，不知道怎么选。然后就去年认识2个男生，第一个他是这样的，我们是对碰认识的，41岁，然后出身不是太好，农村家庭，但是而且只有高中学历，但是他是白手起家的，就是比较有能力，现在的资产大概是有个2000个 W 左右，就是他没有拿过证，但是有一个女儿是他以前女朋友生的，就是他跟我认识以后实际付出方面的话，大概是接触1个月，刚好赶上中秋节，去年就前后给了20个左右，中间我们见过父母，然后他的整个安排呀，对我父母都还不错，对他挺满意的。但是就有一个矛盾点，我跟他就真的可能合不来，聊不来，2、3句话就总吵架，有点鸡同鸭讲的。然后后来因为可能他觉得我脾气太差了，然后就主动跟我分开了。然后第二个是这个情况，是一个属于有点恋爱脑的富二代，比我小1岁，浙大毕业的，然后家里边是浙江的那种家族企业吧，做地产生意的，听说是有个几个亿，这个我没有求证。然后他也扯了快这有2个娃，然后我们是他跟我搭讪认识的，就可能比较合得来，在一起蛮开心的。刚开始付出的不是很多，谈了3个月左右，大概也是付出了差不多20个左右。然后他的优点就是情绪价值给的比较足，比较专一，比较粘人，比较体贴。但是我就觉得他这个情况，他父母也不是太能接受我的这个情况，所以就是我觉得结婚够呛，然后我就想问，我就很想知道你会选谁，然后我不知道怎么选。你选地主家的傻儿子，这还用选啊？地主家的傻儿子就是我们食物链的顶端，我们最喜欢的就是地主家的傻儿子，没有比这个更好的。但是他有2个娃哎，然后地主家傻儿子是第2个，什么有2个娃呀？对，他有2个娃。我忘记讲了，他有2个孩子，第一个男的，而且还有个第一个男的没有，有1个女儿，第二个是1个儿子1个女儿。对，2娃，他结过婚没啊？结过，扯过快乐证。他跟不跟你结？问题是，就我觉得有点悬，就是他是那种恋爱脑，他总想跟我结，但是我觉得他好像做不了主。小姐，那你选啥呀？这俩都不咋地，你就再处一处呗，都不行吗？不是，你不用选呐，2个人都处着呀，没有到要做选择的时候呀，这不都是个半桶水。但是第一个是很急切的要跟我结婚，他急他的，别关你什么事嘞。我刚刚把你们教育了一顿，又忘了。我也是来挨骂的。他急他的呗，你让他急呗。他急你不急，说明什么？说明他做的还不到位。是，其实也是的。还能为什么嘞？那女的你也33了，你也想结婚呢？那为啥你不想结？还不是因为蛮简单，他这个条件，他的付出不足以去跟他去 cover 他的那个缺点，明白吗？对，琢磨什么嘞？慢慢看呗。他急，他不知道多给一点，他急。好的，那我明白了，大概就是这么个情况。还有问题吗？没有其他问题了。好的，谢谢。拜拜。然后我们解决问题3分钟，3分钟，你们每天脑子搅得像一坨浆灰呀，什么都能让你们焦虑。什么上不了台面的东西都能让你们焦虑，你们的人生真是充满了焦虑，生命无处不焦虑。你说都是上得了台面的吧？你在焦虑，啥都上不了台面，动不动就焦虑了。我刚刚其实特别想八卦一下，结果忘记了。哎，好想知道他哪来的1线城市2套房，他咋搞的？我刚刚忘记问这个问题了。好想知道一个4线城市年入25万的姑娘，她是怎么在1线城市搞到2套房的？我刚刚有一个疑惑点，然后我忘记问了。
哎，来下一个来。哦，下一个，他父母是4线城市的呀，小地方的普通人呐。刚刚不说了的吗 ？Hello， 你好。Hello， 你好。你说，哎，怎么回事？连这么多人上来干嘛？到底连哪个 ？Hello， Jenny 说话 ，Jenny 不要闭麦 ，Jenny。Jenny 闭麦了 ，Jenny。啊，听得见吗？听得见吗？到了，曲曲，你说，听得到吗？听到了，你说。哦，我太喜欢你了，这已经是我第2次跟你连麦了。你上次的时候帮我解决了一个大麻烦。然后，是这样的，我今天过来呢就有3个问题。然后第一个问题呢，其实之前你已经跟我说过要放弃，然后后面我1v1的时候呢，那个老师说这条件还是很可以的，只是我的方式不对。然后，我的情况呢是25岁，然后我是在深圳的，之后我现在年入在上市公司做项目的。反正税后大概是20多30，但是我加上一些七七八八的收入有100个左右，然后我爸妈都在深圳是有房子的。然后这个男生呢是比我大12岁，他85年的，完了以后的话呢，他长相不错，但是他是在新1线城市，就是在东莞那边嘛。然后他的资产是有的，我已经算过了，他的资产应该有将近2个亿吧，应该是有的。然后他自己还有2所幼儿园，但是的话呢，他是做那种放贷的，所以他的现金流一直都在外面。然后呢，给我付出也就多，因为我们中间有断断续续的闹，他自己认为他条件可好了，然后的话呢，他给我付出也就10个左右吧。然后现在的话呢，我就跟他聊，我说我想让他给我买台车，因为我的车的话呢，就是普通的30-40万嘛，我想要换一个大的，然后换一个70-80，我就翻一个倍。然后我就去跟他聊这个事儿，我说那我要换车，你支持我一下呗。他跟我说行，但是的话呢，他跟我来了一句说，那我每个月帮我还月供。然后呢，他就说那我月就给你个几千呗。然后我当时就觉得有点生气，就一下太激动了，我就把他噼里啪啦的骂了一顿，我就不搭理他了。然后我就自己跑出去玩了，他气得很，他觉得我出去玩不跟他说，然后我们俩就闹了。然后后来我1v1的时候呢，老师跟我说这条件是可以的，是我的叙述条件有问题。然后呢，我后来现在又跟他去聊这个事儿，他现在的问题还是一样，我可以支持你，但是他总觉得我自己就能支撑自己买，他干嘛非得要买呢？而且我觉得他算得很精，包括像我有时候跟他聊嘛，他有时候会给我一些转账啊之类的，然后的话呢，他会跟我说啊，那我也不是没给你付出啊这种的。而且我很担心的一个点，因为他是做这块生意的，就他们同一层楼是他自己买下来的办公楼，对面就是律师，所以我觉得这种人会不会有风险？你到底是在图啥？我现在我就是觉得，因为我现在已经觉得我现在就是想结婚，但是的话呢，我又觉得我都已经跟了他半年了。他有说过要跟你结婚吗？刚开始我们在一起的时候呢，是想要跟我结婚的。他们家是属于那种100人大家庭，他当时对我要求特别高，又是要求我这个不能干，那个不能干，然后我们就吵了一次很大的架。从那过后，他就没有再提过这个问题了。我听起来，反正就听起来，这个男孩子应该不会把你放到他的长则框架里。听起来是这个直观感觉啊。我自己也觉得是，但是我就现在已经被他弄得上也不上，下也不下了。我现在就觉得，我现在就是要这个目的。我觉得我都已经跟了他大半年了，半年了吧。你啊，要车，人家说的蛮明。你要我给你还每个月几千，可以啊，还呗。但是你让我给大的没有呗，他们说的蛮清楚啊。啥目的呢？那你是觉得我应该放弃是吗？本来就没多大个意思啊。这男孩子也挺年轻的吧？85的算年轻吗？我觉得还挺老的。他结过婚吗？他没有，这个是因为是朋友介绍，他确实没结过婚。85的没结过婚，然后还有点小米。
这种本来就很不好搞啊，你还要在这种人上搞米，那我还是不能再跟他浪费时间了，是确实吗？很浪费时间，确实很浪费时间。那我现在是怎么样呢？那我就直接跟他提分手吗？你没有别的对象了是吧？哦，还有，因为我一直在对碰，然后还有朋友介绍，确实还有个选择。第二个的话呢，他是89年的，但是是属于3线城市自己打拼起来的，现在搞了一个创业公司。他原来就是搞那种投资，然后完了还赚了一点点，然后他在深圳就是比较好一点的地段买了套房，大概价值1000多万吧，然后手里的现金流大概有个3000多。就这样子就没有了，然后的话呢，他对我也挺愿意付出的，但是我就是觉得他第一个他不在深圳，我觉得他时刻他会走，然后而且我觉得他在创业，他现在人不在深圳，他一直都在，但是我总觉得他们搞这种创业的吧，好像不是很稳。你说啥？然后我觉得，哎呀，人家都在深圳买房子了，人家不稳你稳。这样吗？人家在深圳都买房子了，人家深圳创业，人咋不稳了？我就是担心他会不会突然走啊，这样子。我的妈呀，你们这操心的事儿真的是操心到隔壁姥姥家了，这啥都操心。你们到底想不想结婚呢？你们这操的都是一些什么心啊？看都看不懂。结婚对象经济条件可以，能力又可以，也愿意付出，现在还在同城，也有房子，你还要怎么样啊？这不就很好了吗？但是可能我身边的朋友因为都是深圳长大的嘛，他们对我的要求就是说，看一下我要不要就是去选择这种从小跟我一起深圳长大的这种同学和朋友，但是他们现在的目前的状态都是特别没能力。没有，然后父母的话呢要求又高，没有什么东西是100%的，方方面面都圆满的。你现在身边没有你说的那种什么从小一起长大的，然后又让你觉得方方面面条件都好的呀。你有的话再说，你没有啊。那这第二个男孩子听着挺不错的呀。但是我你干什么事？你就是对第一个男的。那我是不是因为我们现在好像有一点？你不就是对第一个男的上头，你不喜欢第二个男的？听来听去是这个意思吗？是的，就是不是特别喜欢他。可是第一个男的又不能给你个啥，他又不能跟你结婚，又不能给你米，你耽误时间。那我明白了。那现在的问题就是要放弃第一个，去找第二个是吗？我觉得第一个没意义，第二个还可以。你要是有更好的，当然更好。但是第二个现在听着还是挺不错的。第一个男的反正是听着不行，直觉上就不行。那第二个，那第二个的话，那我就再继续跟他聊呗。但是我就在想说，在我们没有发生关系前，我应该要以什么对他作为他对我付出一个评判的标准？人家也是正常单身，你也不是出来捞，你也不是出来傍大款的。我就建议你呢，也不要把自己这个人设做得太 low 了。但是呢，你可以就是以自己就是说你是深圳本地的是吧？我从小在深圳长大，对，你就可以以这种就是说我是本地人的这个状态，就是给他提出一些诉求是可以的。就是如果我们两个人在一起的话，我希望你能做到什么什么，你可以去给他提。但是呢，不要用那种你今天要给我搞这个，明天要给我搞那个那种态度。对，之前好像那个1v1的时候，老师也跟我说过这句话，要以谈恋爱的这种诉求其实就是捞，知道吧？让一个男的什么买车你跟我支持点，人家为啥要支持你啊？人家也是正常单身，人家也是出来正常谈恋爱、正常找对象的，我为什么要支持你啊？明白了。谈恋爱是谈恋爱的思路，好吧？搞大哥是搞大哥，是肯定是以谈恋爱为。对，你要是跟别人在一块儿，你得让别人看到你的诚意，你付出啥了呀？
Hello，说话。明白了。那是你觉得就像谈恋爱的时候，Hello，听得见吗？听得见吗？说快点。听得见吗？那我明白了。那我想问一下，那如果是谈恋爱的话呢，那就是正常按照只要他各方面都能条件都可以，然后的话不能按照捞的思路去，是吗？那当然啊。那怎么样才能证明就是那怎么样才能就是说可以让他去相处呢？需不需要他对我更付出多一点之类的？刚刚都说了，这个男孩子挺有付出意愿的，我相信你说这句话是有评判依据的吧？有吧，就没在一起的时候他就会就是吃饭啊那些的，然后转红包啊这些都会有，转账都有。那不已经代表人家的这个诚意了吗？人家又不是比你大多少，老头有婚史还是有娃，跟你有明显的不对等条件没有啊？明白了。懂了，谢谢曲曲。哎呦，你们不要相信别人给你们发的什么金棍什么68、168的啊，不要相信那些都是假的。你们只能通过我们的渠道，好吗？我们的渠道，我们的金贵的关系，我们还有我们相应的社群，里边有很多全国各地甚至是全世界的优质的小姐姐，大家聚集在一起。有很多全世界能够认同我的，大家都是高知的、高收入的、高水平的、高平台的，很多女孩子在一块儿。不要相信那些什么这，你不行你就去9.9块干一个算了，好吧？9.9块买个录屏，何必呢？是168，不要168也不要，你就9.9块吧，多1分都不行啊！真是，哎呦！来，大家没有关注的宝子左上角点个关注啊！金贵的关系只有一个渠道，左上角头像点开到我们首页的粉丝群啊，小助理会在粉丝群里面跟你们给一个圈圈的入口，然后你们通过我们圈圈的入口找到我们 ，OK？ 今天的连麦排满了没？我问了几遍了，小助理没回我到底排没排满？我都问了4遍这个话了。排满了，大家不要再，哎呀，我发现我今天没有开风扇，等会儿啊，我的手机开始闪屏了，我忘记开风扇了。妈呀，等会儿我把风扇开一下。忘记开风扇了，手机都闪屏了，才意识到。我没看见哈，我错了，是我没看见啊。来，大家那个没有关注的先点个关注啊，没有加入粉丝团加入粉丝团。我们每周直播3场，周2、周6早上10点到下午2点，周4晚上6点到晚上10点。加入了粉丝团以后呢，会收到我们的直播提醒啊。想要连麦的宝子呢，是送4000个币的礼物排队，但是今天已经排满了，今天就不要再送了，好吧？来下一个啊。谈恋爱你就是看对方大不大方，平常有没有付出意愿，对不对？对于比如说你在跟他一块的时候，他的消费观啊，对吧？然后你有一些小小的诉求的时候，他会不会很乐意的帮你去达成，对不对？但是你不能上来就是什么，我要买车，你跟我赞助，我要买个这，我要搞个那，你那不是正经谈恋爱的思路，是不是？来下一个，这鬼的言语黑眼圈，下一个是谁？Hello， 你好。Hello， 你好。你说。说话。咋的哭了这是？平复一下再来好不好？我们这个直播间不能哭，一哭就要关的。哎呦妈呀！来下一个来，直播间连麦是不能哭的，哭了以后是会被强制性挂麦的，就是系统会给你强制性挂麦的。下一个是谁？对的，哭就是负能量哭就是负能量。因为他们现在有一些主播，他们会故意用一些就是什么哭的这种方式来引流。
所以平台就觉得他们这个有点过，就把这个。下一个是谁？Hello， 你好，你好 ，Disco 2000，你好，你说，哎，我听不清。Hello， 不行，你重新连，哪个戒指是什么牌子啊？这个戒指是我做的，是我自己拿了一个那个石头去做的。这个是卡地亚，你问的是哪一个？这个不是尚美，这个是我自己做的。这个石头是叫什么？蓝色的那个宝石叫什么？忘了，忘了。坦桑，那坦桑，对，坦桑，就是比较好的坦桑石。人呢？人呢？再来连我一下。蓝色不是紫色，是蓝色。项链是英皇珠宝，你们真的是常常问，我常常回，因为我常常戴，因为这个项链蛮难取。人呢？人的下一个是谁啊？但是这个项链估计不好买哦，这个项链不是那种每一家店里都有的，要碰。人呢？人呢？项链是在上海买的，不是在澳门买的。为什么人呢？说话呀！下一位呀，小助理。洗澡不摘，我就是因为洗澡不摘。我洗澡不喜欢摘。小助理人呢？下一个到底是谁呀？我现在谁都看不见。这就是异地办公的不好，知道吧？过年的时候没办法，这异地办公就这样的。小助理为什么不说话呢？我也是服。随便连一个吧。Hello， 你好。你说。等了你好久。是这样的，我先介绍一下我的情况吧。我是在那个新一线城市，然后是在围城内的，然后固定资产的话在1000万加，房子的话是存款的话100万，车子的话也是100万，但是呢有两个小孩子。然后呢就是我之前接触到一个是做那个 IT 的嘛，然后2个月大概有30多40给我花到，然后呢就是前面他把那个情绪价值呀和就是说各方面嘛都还是提供的挺好的，像你说的10点后的快乐也会有。但是呢后面就是感觉不知道是不是我自己就是逼他也有点紧吧。其实我就是怎么讲呢，就是其实我心里不是那么喜欢他，但是我表达出来的就是比较喜欢他的这种，然后他可能就会觉得有点压力吧。后面他就跟我说，他说给我付出的那个30多里面是有20是贷款，然后说问我的话能不能就是说类似于要还给他这种。我当时我就觉得
那我这个算什么？我就算被那个白批了吗？我肯定不想呀。然后后面反正就断了吧，然后也没有联系了。但是就是我后面就在想，他会不会就是说一直在来问我这个事情，但是后面一直都没有联系过，大概都有3个月了吧，没有联系。就这样就完了是吧？不完了还怎么样嘞？你想怎么样嘞？哦，就我想问的就是他这个他也不会就是说再问我这个事情了吧？我觉得他应该就是找个理由，然后就是分开的这种意思，应该不会再说还要让我。这个咱们要在这抓个阄吗？算一卦，上一算一卦。我自己，哎呀，他不会来找我了，他肯定不会再找我了，有意义吗？我把他拉黑了，但是我后面呢？又发现他也没有删我，我就没管了，反正就不管了呀。你要干嘛嘞？不知道是不是因为他前面不知道我的一个情况嘛？不知道是不是他因为发现我就是的一个真实情况，所以说才这样说的。反正前面我都跟他说，哎呀，反正条件不好啊，咋的。这个事情是过去式了，你今天就是这个问题啊。哦不，这个当然不是重要的，然后重要的是后面的这个，这个呢是他是在那个体制内的，然后我认识他的话大概有10年了吧，然后后面都是我百度上查到他比我大21，然后呢就是现在的话就是有在联系，他主动有在跟我联系。我认识他的时候，他那会儿还是一个不大不小的苹果吧，然后现在呢就是算稍微大一点的苹果，然后他也就是最近才开始联系的，然后前2天呢他就是有给我转过2个 W 让我去买那个羽绒服嘛，但是我跟他接触的话，我就觉得有一点不知道怎么样跟他接触，我在他这儿能获得怎么样的资源，或者说他能给我带来什么，我不知道怎么样去给他跟他嫁接一个什么样的这种关系。你自己是干啥的呀？我现在我自己呢是那个这个好像在这里面不能说哈，就是多家上市公司的股东，就是9点半上班，3点下班的。啥意思啊？我不懂，我真没懂。什么叫9点半上班，3点半下班？做夜场啊？不，炒股的。对，你就靠这，没有什么别的事干。然后我自己呢是就是上了一个早9晚5的这种比较轻松的这种工作吧。啥工作呢？做外贸的。就是你有没有什么生意能够在这个什么大苹果的管辖范围内的，这个意思有没有？没有的话，那就没的什么好那个的，大苹果也花不了几个米。他所管辖的区域的话，跟我的话可能没有太多的，就是说这个连接，那就没有什么用啊。你要有业务可以做啊，你没有业务可以做的话，你直接大苹果兜里掏米那是不好掏的，那很累的，很痛苦的。对，就是他跟我说的话，就是说就他可以随时跟你，比如说他再忙的时候，他都可以微信跟你说或者怎么样，但是一涉及到比如说这些的话，他其实就比较谨慎的那种。哪些啊？帮忙还是给米？给米。他本来就不会给米呀，这种人他本来自己就不可能跟你给什么米呀。大苹果最爱米了，他或者别人跟他给，他给谁啊？那我想一下，比如说我给他提供的那个，因为我比他小这么多嘛，如果是我给他提供的那个情绪价值啊那些的话，他这种给米的话会给吗？我怎么觉得我说话你们跟听不明白似的呢？我都已经下过定义了呀，你增加这个条件的意义是啥呀？我前面都涵盖了所有的条件了呀。这跟
情绪价值有啥关系啊？我说的是大苹果不会把口袋里的米给你，我是这么说的，跟你情绪价值有啥关系？那这种的话，就是说也没啥意义吧？本来就没什么意义，你有项目做，你有事儿可以搞，你没项目做，你身边也有你要拿项目的人也可以，懂了吗？你要从项目口子去切，从资源口子去切，你从米这个口子去切没必要，就不用浪费这个时间了。就是我还想问一下，关于我的这个个人成长的这个路径，就是我不知道，就是说，因为现在也到了一定的这种好像瓶颈的这种感觉，然后炒股的话，反正是能赚到一些钱，但是呢，就是精神上面的话，感觉就比较的这个空虚，好像空虚啊，就是多读书，去读书吧。上学吧。我也想到了这一点。你不是还要找大哥吗？去上学吧，说不定还能遇着大哥，好不好？但是我觉得我自己的条件好像也就一般吧。不重要啊，你现在又空虚，你总得找点事儿干。你找这个事儿，你干这个事儿的过程当中有啥拿啥呗。你的主诉求是自我提升啊，解决自己空虚的问题啊。你的主诉求是啥呢？对，就是前两个的话就觉得，反正只能当做一个插曲吧，就是也没有太像你说的，也没有太大的必要要怎么样。所以说我后面就想到，就是说在我的这个自我提升上面，怎么样来可以更好的。我不知道，我觉得我以为我回答过你了，我没有，我回答了没？我知道吧？你说的是读书。那有新问题吗？咱们不要就是一个问题反复提，我说了又问一遍，还是同样一件事儿。什么地方没懂？说来听听啊。就是就是还是就是觉得自己的条件一般吧，因为我已经34了。所以呢，自己条件一般，所以呢，问题是什么？问题就是，不想学习，还啥意思？不想读书，觉得太累了，有没有别的提升方式？是这个意思吗？可以这样说吧。那就去养娃吧，把娃培养好，也是一条路。好吧，谢谢。拜拜。哎呦我的妈呀！你说我咋聊？这累，是有点累。其实我觉得呀，你们真的好好经营家庭，是不是？跟老公和睦相处，也是一个让自己内心不感到空虚的方法。你说你们情感吧，寄托的个乱七八糟；物质吧，也寄托个乱七八糟；能力吧，也没有。你不空虚，每天娃不好好养，老公不好好处，天天心往外又不够，你说这你不空虚？你不空虚谁空虚？让你去学习吧，你又觉得学习还要花米，还要花学费，没有人给你出学费，你又不愿意出这个米，是不是？又觉得太累了，哎呀，这个进步太慢了，太痛苦了。不能这样啊，亲爱的们呐，真的人不能这样，知道吗？你要是觉得自己的生活物质条件不够好，对不对？要么就是好好的去努力提升自己的能力，多挣，对吧？你要么就是找一个大哥，好好开口，好好服务，
对吧？还有啥呢？一辈子靠炒谋股这种，你就是觉得你的人生就是一场赌博呗，赌赢了就赢了呗。这样的话别赌，这直接上马靠，反正现在也开门了，是吧？推一把，这个快，对吧？推一把，哎。没有关注的宝宝左上点个关注啊，没有加入粉丝团加入粉丝团，然后没有学习金贵的关系，没有进过金贵的社群的宝宝，左上角头像点开到我们首页的粉丝群，小助理会在粉丝群里面给你们给一个圈圈的入口。想要找我们1v1的也是一样的，刚刚这个姐妹我觉得你可以尝试去1v1一下，因为我觉得你太多的话呀，你不愿意讲，知道吧？一个人你如果说什么东西你都难以启齿，直播间这种渠道其实是不适合你的，因为其实你什么都得不到。当你的信息都不披露的时候，其实我就什么东西都没有办法给到你，对吧？我只能基于我听到的东西去给你一些方案，但是我没有听到的东西，我听不到的东西，我就没有办法去给你给方案了，是不是？来下一个啊。Hello， 你好，你好。哎，听到吗？哎，听得到，你说。是我。曲曲你好，我这边等了好久，写的一个稿子，稍等一下。你好，就是我也是喜欢曲曲很久了，每期不听是金贵学员呢，通过学习曲曲也是见到了实实在在的价值。那今天有个问题想要咨询，直奔主题吧。我现在的情况是有一个导火索的事件导致了我和我先生双方家庭的价值观的根本问题的一个暴露。提醒就是想跟大家说一下，最好不要录屏，因为这个还是比较敏感的信息，后面会涉及的。我的基本情况呢是在1线城市，今年32岁，年入大概40万左右。那我跟我先生的这个经济水平差不多，他会比我稍好一些。目前的情况是想要咨询，就是他就是想要扯快乐症嘛，我要怎么样去挽回，怎么做？那我们两个都是没有其他的人的，就是这点是非常确定。我跟他是在一块儿10几年，然后我是他的初恋，就是他非常就是真是我一直非常从大学走来，从在疫情之前呢是进入到围城内，现在是定居在他离他家不远的城市，那离我的家是很远的。为什么这么晚？就我们谈了这么多年，却这么晚才步入呢？是因为我其实这么多年还是一直比较纠结的。因为喜欢他呢，又舍不得他的好，因为他确实很会关心体贴人，舍得付出，事业发展各方面都是。亲爱的，你等一下啊，你越走越远。首先啊，你这个事你先告诉我，你们俩到底在为啥扯皮？为啥要？为啥？接下来就要说到了，就是就先说完他，我这个很快的，就是说扯皮的事是关于我们这个怎么样去 DIY。因为这个我自己的身体原因呢，不想自己去做，然后所以我去找了这个 DIY 的渠道，他也是同意的。他跟父母讲了之后呢，也都可以接受这个操作，因为他父母都一直秉承着说一切都是为了孩子，儿子开心就好，是这样子的一个想法。那在这个费用方面，我是就比较糊涂的，一开始先我自己提出说去找我爹去搞这个米。起码去搞个大头。那为什么要找我爹？是因为我的原生家庭呢，他是简单说就是我爹后来又他跟我妈分开之后又有2个孩子，然后我觉得这个时候不找他去提供也不知道等到什么时候了。但其实我对我父母还是很有感情的，只不过都比较纠结。然后这个事情。就是我没有想到他会那么痛快的给，他其实我父亲条件还是很一般，但是他也还是为了我去找各种亲戚去借米给钱，然后这个时候我才意识到，所以呢我就不那么想说由我这边来给大头了，
然后我先生那个时候就他不知道我跟我妈商量好了，说要去找我妈说服她去跟她说少说，就不要由我来出面，而是让她去说怎么样去少出一点。但是我妈就没有把这个事情操作得很好，而且还情绪上头，就直接逼问了一些，她说谁想要啊谁出钱，就这种很伤感情无关紧要的话。然后呢就最后导致了怎么说呢，导致我们这个关系最后就谈崩了。然后他其实还是想跟我继续好的，还跟我说只需要我给一个态度，说我们家能给多少就多少。然后他们家虽然现在也很条件很一般，也是钱都花在了弄房子什么上面，所以没有钱，但是也都会去凑。但是我当时是反正就是没有怎么理他，然后我也因为各种对于他之前的不满，所以就是一直都很纠结。所以听到这里大家都懂了，我其实不想真跟他分开，而是说还是想要怎么样去挽回一下。你到底愿不愿意出米？你出不出？你说他吗？你我愿意出啊。那你跟他说了吗？说了。他现在什么态度呢？可是他不愿意。他现在的态度就是他在国外，我还这2天专门跑去国外去找他一趟。他的态度就是他受伤了，他就是觉得我跟我妈合起伙来，可能把他给诓了，就是各种，他就你们俩是异国恋的，你们俩异国啊？我们的工作现在分开，不在一个地方，也是因为口罩的原因，这几年没在一起，所以导致感情也确实是受到影响。这几年都没在一起。你们这个事儿谈这个事儿的时候，2个人其实是在2个国家的，然后是因为就是时不时的他会回来一下。然后去年没在谈这个事儿的时候是分开在不同地方，然后他回来之后我们就准备开始做了，然后就开始有了这个矛盾。你这个男的年收入在多少啊？70-80。70-80。我的感觉啊，这个事儿你们俩就是异国多久了呀？这个怎么说呢？就是分开不太在一起的这个状态。但其实有整年我们是在一起的，2020年是整年在一起的，22年我们是整年在一起，直到这个事情谈崩了。22年一直在一块儿，22年一直在一块儿。对，22年的上半年一直在一块儿，然后就是21年他回来之后，22年的上半年在一块儿，然后就准备弄这个事儿了，然后就崩了。然后他什么时候走的呢？他后来他就收拾东西，看我也说不动，然后就自己回家了，就把东西一收，把所有东西都搬走，已经回家，然后要提出跟我分开，然后就这样回去了。什么时候？22年的年中，6月左右。对。然后就一直到现在了。然后你什么时候再去跟他见的面呢？我是这几天去跟他见的面。在这整个大半年的时间里没有见面。没有办法见面，因为他要么在家，他回家了，要么后来又出国去了。他是什么时候出的国？10月份出的国。10月份出的国，10月份。我对这件事情的感觉是这样的啊，这个事儿你这儿肯定是导火索，但是他99%的情况下还是有人了。不可能。他在国外。这个绝对不大概率啊。我对他的了解绝对不可能有人。你是就不可能，因为他真的很难受。我这几天去找他，然后他给我的感觉就是很真实。他就是一个怎么说，我们在一块10几年，他没有中间绝对没有其他人，真的是这样。你要是觉得他很难受，那么你就在那边待着陪着他就行了。你这个关系不就我要工作在这里，那没有办法呀，你总得有牺牲啊。现在这个事儿已经这样了，你总得有牺牲啊。我想的是去找他，家里人也去找他父母，年前也去，探望了一下。然后要不要再去做他家里人？主要是这个事情，是扩散到了他父母那边，就是已经拉不回来了，就是一些家庭价值观的这种分歧。我说的很简单，现在别人对你的态度这么的决绝的情况下，你如果觉得他看到你还是很伤感，还是很难受，他还是有感情，那么你就做出牺牲，人过去陪着。
你天天在一块儿，感情才有修复的可能。你天天就在那纸上谈兵，那有什么用呢？不是，他看见我他就很难受。我去了这几天，他觉得他都没法在那个城市待了，就是他会很缓不过来，你知道吗？我不知道，其实我没有办法去认同你说的这套东西啊。其实我没有就是可能那就是我没有办法打到你那个认知点上。就你说的这套东西，实际上我是不是很能认同的？我是不是太相信一个男人从10月份到现在，然后中间跟你没有见面的情况下，然后到现在还维持着强烈悲伤的情绪，我根本就没有办法去认同这件事儿。我认为这件事根本就不应该存在在这个世界上。他确实是我见过的最好的人。我不知道怎么跟你，就是咱们在这个点位上现在出现了一种，就是你没有办法，这件事没有办法说服我，就好像我也没有办法说服你一样，知道吗？所以在这个点上，我就没有办法跟你去共情了。在我的点位上，我认为你现在得每时每刻跟他待着，把他看着，这个感情才有挽救的可能性。但是你说我去，他都看我有多么的哎呀痛苦，这个那个的，我不认为这种痛苦是因为他看到你，我认为这种痛苦是他现在已经不是那个想法了，他已经有了新的想法了，他没有办法跟你这样，因为这样你会影响到他新的生活。连麦怪了，是他自己挂的吗？不过我们也到时间了，这个我确实没有办法，我没有办法去认同，因为他说这个东西，我跟你讲，我们就是有客户是她跟她的老公可以就是达到10几20年的婚姻，在一起的时候每天彻夜长谈，不在一起的时候每天语音通话超过1个小时的这种，但是她最终依然发现，就是在他们2个人异国的期间1年的期间，然后这男的就有问题。但是当然这个男的肯定是不愿意放弃了，就是他只是因为他只是说是异国了嘛，那没办法嘛，这个男的就有了一个发泄，但是他还是要回来。就是对于这个女生来说，她来找我的时候，其实我认为这件事非常小，但是在他的世界观里头来看，他认为整个是崩塌的一个事件。但是这个就是事实，我没有办法去认同一个什么从10月份到这现在这个时间里边，然后还沉浸在一个什么巨大的痛苦当中啊，然后你完全不能接受跟你见面啊什么什么。我其实这个逻辑在我这是不够通顺的，就这个逻辑在我这里是没有办法去闭环的，我没有办法去说服自己相信这套逻辑。我觉得就是因为什么呢？因为本身这么长的一个时间里面，其实他一直在给自己做一个断舍离的工作，对吧？他在国内的时候，我相信他可能那个时候没有去找人，但是他一直在做一个心态上的断舍离，这个得承认吧。那他在做心态上的断舍离的时候，他人出国了，对不对？环境更改了，他还不找吗？他还不去见别人吗？他这个时候可能完全就已经抽离出来了，他不想再回到原来那个状态里头去了，他就觉得没有意义了，没有必要了，对吧？你说你这个时候还不能够去跟他相处，哪里还有挽回的空间啊？还在通过这种异国的方式去这样，我觉得没有太大的意义。你说去什么跟家长谈这个那个的边缘化的这种动作，没有太大的价值，在我看来，当然可以尝试啊，可以尝试，但是我觉得这个动作的价值不太大，因为从我看起来是这个男的，他从底层的一个心态上，他已经觉得没必要了，是这样的一个概念。先是心再往外抽，后来人抽出来，对吧？通过什么方式呢？那能通过什么方式呢？对不对？来下一个来。Hello， 旭旭你好，终于到我了。稍等一下啊。你说。是这样的，就是我的问题是我要不要扯快乐证，然后我大概说一下我的情况。
就是我是19年底结婚的，然后我的颜值大概在6左右吧，然后就是那种白瘦幼，就看起来比较显小，然后怎么说呢，就还勉强过得去吧，但也不算那种大美女。然后29，然后英硕，然后家庭算是一个小富二代吧，就这样子。然后我是在跟我爸爸一起就是创业工作，算是这样子。然后我工作能力算是还是比较强的。然后就是自从我到我们公司之后呢，然后就开始负责很多事儿，然后这个盈利情况也比较好，然后所以这个就是投资人啊，还有这个我们公司员工，还有包括就是一些其他人都比较认可我啊。然后这是我的情况。然后我老公的话，然后是一个3线城市的然后我们两个是就在我第一份工作的时候认识的。然后那个时候就是他因为他长得比较好看，他颜值大概有7，然后1.8米，然后但是后面现在就是婚后，然后发展到了190斤，幸福肥，然后再加上他那个就是有的时候就是腿膝盖不是很好，然后就走路呢也比较不太好看，然后就形象也不是很好有的时候。然后但是他这个人情绪很稳定，然后人品就还不错，就是我当时看中他就觉得他人品还不错。你原来不是看中他帅吗？对，那个对，然后但是现在就是对这个人品也不错，然后那个时候也比较帅，现在跟帅就没什么太多关系了。然后他是一个那种很典型的一个单偶男，然后结婚之后呢，反正比结婚之前比我更好了，然后就做饭呀、收拾卫生呀什么的，然后包括能看出来，就是如果以后有孩子的话，也会是一个很好的爸爸。我看到评论说200斤的胖子，对不起，我很想笑。那个，然后但是呢，问题就在于，就是结婚之前我没发现他这个就是智商、工作能力在平均线之下，因为他也是一个211的硕士，体重超越平均线，智商低于平均线，他的智商可能被他的体重平摊了。平摊到了每个平方米上面，就有点低啊。对，就是其实他就是如果说跟我不在一个行业里面的话，我觉得都还好，就是对吧？就有人回家给你做饭，然后带娃什么的，然后就我觉得都挺好的。但问题就在于我们俩在一个行业里面，就抬头不见低头见，你知道，好多时候他真的让我能脚趾抠地，你知道吗？就举两个例子，就有一次是那个。就是我们跟他们公司合作，然后他老板就想压着合同，就是因为稍微有点没谈拢，就跟他们老板那边，然后大家就都，但是因为关系比较好，然后就都 hold 着，就看谁先开口谁不就那个什么嘛。然后结果他直接跟我们公司的那个下面具体办事的同事就没有经过我，然后就直接说那个就不签合同，因为我们是乙方那一次，他们是甲方，然后就我们就正常得就是到时间就得交付嘛，然后但是他们这个合同我后面才知道竟然一直没签，然后我们同事就说是他不让，然后就这个事情损失了大概20多个 W 吧，然后我还就挺不开心的，虽然说也在承受范围之内，但是你知道吧，就觉得感觉脑子不太好，因为他们公司的那个他给他省下钱也没有什么，就是他也没有什么提成，然后这是一件事儿。第二个事儿就是我们经常在一起的时候，就别人有的时候可能调侃一下我呀，就会说，哎，你知道这个小伙子是谁吗？然后这是那个谁谁谁的老公，然后呢他就会很那个就是就因为我觉得我都不是个什么人物，然后人家在很多大佬面前这么说的时候，我就很尴尬，你知道吧？然后你职级比他高是吧？有点不自知啊。你职级比他高吗？没有，我是在我自己的公司嘛，然后那个就是
大家就是在行业里面还算有点小名气吧，这样子。所以人家就是每次都说介绍他的时候会说这是说他是你的老公，说这个是程程老公是吧？对。然后呢，就怎么样呢？然后，但是因为我其实本来就也不是个什么就是大佬，你知道吧？然后呢，人家可能那么说，就是大部分时候就是客气一下，就是只是调侃一下，但是他有的时候就会有点不太自知，然后就是还就是哈哈大笑，或者是那个什么，就反正挺尴尬的。是尴尬啥？他哈哈大笑，他不往心里去，这不是好事吗？不是，就是就是那种情况下，情景我不知道该怎么描述。那他应该怎么样呢？你觉得？很多的那种就是更多的一些注意力，就是还会去继续去聊我们自己，其实蛮尴尬的。其实因为很多那种情况下，我们并不是主角，应该还是要把这个聚光灯这个话题转给别人，你知道吧？他聊个2句，你给他发个消息不就完了吗？你说差不多得了不就行了吗？你快控制点。他非常 enjoy， 他enjoy又怎么样？你不 enjoy， 你不能控制一下他吗？就是有的时候就控制不了，就你的问题，有的时候，最主要的就是我们俩就是还有就是我们俩就是在一起，就是异地时间比较长吧，就2年多了，然后感情也比较淡了，就是而且。就有的时候我就想学习，然后他就想出去玩，就想吃吃喝喝，然后他就想生孩子，然后但是我就现在对自己还是想，就觉得还年轻，还是想多学习。你是什么意思嘛？你是想扯快乐证吗？我现在很纠结要不要扯。你有人了吗？你有选项了吗？我没有选项。你没有选项，没有人，你纠结啥？他家里条件怎么样？就是父母就是事业单位退休，然后也帮不上什么。他们家里条件没有你们家条件好是吗？对。那就是撤吧，扯快乐证吧。我听着都累，知道吧？为什么呢？你说的这些事儿啊，根本就不叫事儿。你现在就是方方面面的在嫌弃这个男的，其实没有什么别的。我们所有的人听下来都能听得懂，就是你其实是方方面面的，你都在嫌弃这个男的。但是呢，这个男的就是没有到达。问一下，就是我其实不是说嫌弃他，我就是觉得就是有的就是主要是在情绪上，因为他总是想要就是比如说生孩子呀，然后或者说这个然后出去玩呀，什么吃吃喝喝，我觉得这种事情特别浪费时间，我就不愿意去做。你就是觉得他很有的时候有一些事情就会让我觉得很尴尬，我就觉得这个什么不在一起，但是呢他又很稳定，他又很那什么，我对别的男的也没什么兴趣，然后我也不愿意折腾。那还问啥？你就是2条路，你要么就是扯快乐证，要么就是不扯快乐证，接着这么过。你不要想着去改变他，对不对？改变他，你不要想着去改变他。他有他的人生追求，你有你的人生追求。他有他的为人处事的方式，你有你的为人处事的方式。他没有你这么有上进心，他也没有你这么聪明。一个家里也不需要有2个那么聪明的人。如果说你要的是稳定的家庭生活，你就去冲，你就该怎么聪明怎么聪明，你该怎么显摆怎么显摆，你就让他做一个平凡的他就好了。你不要想着去改变他，你可以不带他出去参加你的局，你搞你的事儿，他搞他的事儿也可以。要不然你要去追求一个所谓的战友一样的关系，那么你就扯快乐证。你不要想着说在这种稳定的情况下不改变他，就去改变他，这个是没有意义的。明白。那你觉得就是我现在这种情况下，就是你更建议我选择自由这个，还是更选择就是我是觉得你根本没有必要再存在这个婚姻里，真的。因为说实话，你对这个男的几乎已经没有诉求了。你所谓的什么他能稳定，他那个稳定我不知道能够给你带来什么，起码你在意的那些事儿他都给不了你。因为其实以前的时候我们俩感情还是挺好的，就是这2年因为一直异地一直工作的原因，然后他又回不来，然后就慢慢的我就习惯自己一个人了，所以就感觉他好像可有可无，然后再加上有些事情就觉得有点不舒服，就觉得有点嫌弃，就是可有可无啊。但其实以前的时候感觉又挺好的，这就是可有可无啊！什么这个那个这个但是那个但是呢？这不就是可有可无吗？
就是残忍，明白吗？你今天跟我们讲的这些东西，就是对于这个男孩子来说，其实是很残忍的一件事情。本质上来讲，他没有做错什么，他只是跟你不一样，然后你们离得远，有些东西没有办法化解。因为距离的原因，很多东西就是没有办法化解，要不然为什么我不支持大家异地恋呢？就是这样的。对，因为当时我们俩结婚的时候就谈过，说他要过来，然后但是他后面他自己又回去了。那就不要聊了吗？就想扯就扯了，好吧？好吧，谢谢。没有任何一个外人会告诉你的婚姻，你一定要跟这个人掰，还是你一定要跟这个人好，因为这是不负责任的行为。你的婚是你自己结的，你的婚姻是你自己过的，连你妈都不能这么说，别说是我了，对吧？你没有看，我没有看到这个男的出原则性的问题的情况下，难道我跟你去说你必须跟这个男的离，还是说你又说你这不爽那不爽，这不顺那不顺，这看不顺那看不顺，那我跟你说，哎呀，这个日子就这么过吧。也没必要啊，对不对？你们不能够在任何人那里寻求到一个确定性答案的，不可能的，除非这人脑子有病，知道吧？情商有什么大病，他在这种节点上去跟你说你必须跟这个人分，还是你必须跟这个人好，没有哪个脑子有大病的才会这么跟你说。这种人我跟你说没有什么后不后悔的，真的，他跟这个人不在一块儿了，他也不会后悔的，明白吗？因为他已经适应自己一个人的生活了。现在这个男的在他眼里看起来就是一个哪不行的状态，就是一个哪不行的状态。说白了，他现在能让他跟这个人继续在一起的一个点位是什么？是念旧，是回忆，是曾经两个人共同的回忆，仅此而已。根本就不是现在的他，也不是未来的那个男的。他也知道未来这个男的也就这样了，要不然他不会以智力低来形容这个男生，明白吗？他如果觉得这个男生未来还有潜力，他会说，哎，其实他还是怎么样的，他还是在哪方面可以怎么样的，但他不是，他已经给这个男生下的定性就是说，我发现他其实好像智商有点问题，对吧？就是他已经否认了这个男生的可发展性了，那就是现在跟未来对于他来说都不达标，他唯一念的就是那个过去，那个回忆，那个曾经两个人相处的那个温存的时光，对不对？他现在就是掰了，他不会怎么样的，他还是回忆。说白了，他现在就是掰了，他也还是会去回忆说，哎呀，我们俩原来在一起的时候还挺好的。但是但凡有一个能够天天陪着他的，有一个点位上突出一点的，他马上就把他那个前任忘得一干二净了啊！我们再连最后一个，来下一个，我美图没牌子，就是在某宝上买的，几十块钱衣服，随便买的。下一个是谁？下一个是谁？快点，最后一个。大家没有关注的赶快点个关注。Randy 来啦，是我家儿总派你来的吗？还是你自己要来的？MMM 没有连我。我跟你们说，我在判断我要不要离开一段关系的时候，我就是去设想，我没有这个人以后，我的生活会不会发生很大的变化？一旦我没有这个人，我的生活不会发生什么变化，我的内心也不会发生太大波动，我就会斩钉截铁的离开了，我不会再去纠结别的东西了，非常简单。我不会去因为过去我去回忆那个过去，我只会去想，我没有这个人了，我未来的生活会不会有很大的变化？我只要能想明白这件事儿，我就立刻可以撤。MM 连不上来，下一个来，快点。Hello， 你好。喂 ，Hello， 琪琪。哎，你好，你说。哎，是这样，我想找你帮我看一下我的人生规划，因为我之前一直关注你，我发现你说的话都特别有道理，我觉得我变聪明了很多，因为之前没有什么恋爱经历。然后我的个人情况大概是这样，我现在是23岁，然后英国 Top 3的硕士在读，
学历背景和以前的工作经历还可以，然后未来想选择留在伦敦或者回国。然后我的身材还不错，然后长相气质可以打个6分吧。然后原生家庭是新一线的中产，就主要诉求是想在工作规划上还有择偶方面。因为我之前也是听曲曲说，在名校找同学是最好的通过婚姻跨越阶级的方式，但是我不知道怎么去放大自己的优势去吸引优质男。你现在不是已经毕业了是不是？24年毕业。你还没毕业？你就在学校里把所有的能够参与的社交全部都参与起来呀。但是我现在还有一个围城内的爹爹在追我。这个但是是想表达什么？这个但是是啥意思？这个但是我有点犹豫，因为他就提出来条件还挺不错的。啥条件？说来听听。就是他想要给我办一个那种初创公司，我现在这个专业相关的是就是经济行业相关，还有那个战略咨询。他想帮我办一个公司，公司还需要他帮你办？就是公司注册是不要钱的，乖。是，对，然后我们学校也可以给，就是学校 incubator 也可以给投资，但是我就想说用他的人脉资源。嘿，我的妈呀，这个饼画的真是稀烂，这个饼画的真是个稀烂。这不用考虑了，好吧，我帮你回答了啊，这个爹爹不用考虑啊，不能成为这个但是，这个爹爹不能成为这个但是，没资格。要的。但是我之前跟他开了一个分手费的口，他答应了，但是可能也我觉得不太能落实。那你还说个屁呀？对，然后就，但我还，也是，那这个就不考虑了。哎呀，我的妈呀！你一个英国 top 3的一个学生，你找大哥，我不是不让你找。你找大哥，你一上来不跟你搞个1000把万的条件，你都别找，这就是我给你说的。对，我跟他开口也是开了大概2000个这个样子，但是你都不会理你吧？什么给你搞公司？我的妈呀！我听到这话我都上头。不是什么，你开的口是啥？是分手米，你跟人在一起了是不是？你之前暧昧了一段，但是还没有确定关系。你到底在跟我聊什么天？你好好说话。只是暧昧了一下，没在一块儿，有那么模糊不清。哎呦我的妈！我的妈！要不你们下去1v1吧？你累不累啊？我都替你累，真的，我都替你累。我累不累嘞？啊！但是之前是因为之前就是那种就是出来玩，然后之后他又跟我提说想长时间的在一起，本来我就觉得大家玩一晚上，然后就拉倒了，以后就谁也不认识谁了。然后呢？你想表达什么？然后他后来给我开这个条件，我就觉得好像，但是现在我觉得好像没什么用。好，我不想重复说些屁话，重复说些废话了，真的。就你被爹爹白批算了，你不要带着我们一个直播间的被白批啊！我对你的建议就是好好在学校里头找，好好在学校里头找，这个是最靠谱的，绝对是靠谱王中王。我告诉你，错就是过了这个村，绝对就没有这个店了。要的，但是我们这边就大家玩的很乱，所以呢，没有老实点的，不要看脸，不要看光环，看老实点的。好的，我明白了。还有问题吗？没有问题了。拜拜。谢谢提醒。我真的是，你们不要跟那些稀巴烂的爹爹。英国 top 3你真是白读了，你个学费扔水里了，真的是。你看吧，你这么这一个个连麦的，嘤嘤嘤
怪，这话不好说，细也不好好透露，就在那没有吧，那个干嘛呀？你们这谁能给你们解决问题啊？我真服了，这我又不是什么，哎呦我的天哪！你们真的，你们的表达方式真是复杂的像一本字典，一个标点符号我都看不明白，天文书。没有关注的最后再点播关注啊！没有加入粉丝团加个粉丝团，我们每周直播3场，周二、周六早上10点到下午2点，周四晚上6点到晚上10点，然后要